佛性的本源，诸佛法身的总离体。所以简单的讲，佛宗代表的就是法性，就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一些源头。那么第二个意义，它所代表的就是众生，它代表法界一切众生，它不但代表一合相，而且代表差别相。所以它的意义非常简单，这个也就是佛圣大法为什么在这个末法时期，它是一盏指引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解脱正道成佛的唯一明灯的一个最大的理由。那么在这样一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我们想用佛圣大法的这样的精神，也就是佛圣中的无上心法，来跟各位探讨近代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部经典，就是《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他所讲过的经典有好几千卷之多。如果以日本大正藏做一个标准的话，它有100大本。每一本经典，它都呈现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随着经典层次的不同，它的意义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意义，它就是引导众生、提引众生、提升众生思想观念的层次。众生跟佛或者菩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各位知道吗？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在思想观念不一样。我们众生的思想观念里面，大概就是贪嗔痴慢疑。但是诸佛菩萨的思想观念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所有经典它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观念，就是怎么样来提升我们众生的思想观念。以一般佛教的用语来讲，就是见地，怎么样来提升见地。佛法无非见修行正，这个见地一直摆在最前面，因为思想观念导引着众生，导引着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整个法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以致这个世界、这个法界能否和谐，能否圆融圆满，众生的生活能不能过得很好，它的重点都在思想观念，都在见地。那这个见地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的老师圆道上人曾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宇宙观跟生命观，他就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弘法49年，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到底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生命是从何处而来？那么当我们众生有一天到了80、90岁，现在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可能活到100岁、100多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呢？这个是佛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重点，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离苦得乐，可以脱离烦恼痛苦，而达到解脱甚至正道成佛的目的。
那么今天我就想用《金刚经》来跟各位分享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正确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正确的见地，以及佛圣中的祖师妙空圣僧跟圆道上人留下来的佛圣大法的心法，来解释这部《金刚经》。这部《金刚经》各位这么熟，那么这本经从头看到尾，看了完以后，我到底以一个学佛的人，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我到底要怎么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金刚经》要旨，另外最主要是阐述《金刚经》解脱正道成佛的观念与方法。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阐述《金刚经》改善命运，也就是改善因缘的理路。虽然讲的是两个子题，但是这两个子题彼此息息相关，它分不开的。各位手上都有一本善信的著作《金刚经要旨》，那这本要旨的里面有一个大纲，我想就仅就这个大纲来跟各位来报告。释迦牟尼讲《金刚经》最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他最主要当然让众生能够脱离烦恼痛苦，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解脱，进而正道成佛。所以他的主旨最主要是开显般若。所谓开显般若，般若就是一种无上或者叫做无限的智慧。众生会烦恼痛苦的原因，就是没有这个般若智慧。简单讲，就是智慧不够。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开显这个智慧。从一个人修行思想观念的建立，然后开始修行，下了功夫下得很深。所以我们看心经讲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皆空，对一切苦厄。这个行做得很深入。那这一段讲的其实就是在讲《金刚经》。如果我们照《金刚经》这样做，那么下的功夫下得很深，那么就有机会开显般若，就有机会开显般若。所以《金刚经》它最主要的功能，让我们终身的般若。很多西洋人他们所谓的潜能，开发潜能，但是这个潜能啊，实际上对佛教来讲，西洋人所讲的潜能是不够的。他只是把我们脑部的这些，我们头脑里面的这些能量开发出来，这个不够的。这个般若智慧超越这个潜能很多，它是没有限制的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个智慧，是全知全能的智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各位能把握这一生的机会，能够开显般若，那你的人生，我想会从此不一样。远的目标来讲，可以离苦得乐，可以解脱，可以证道，可以成佛。近的目标，你整个人生会有很大的改观，个人的身体会健康，家庭会和谐，你工作会非常的顺利，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无上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金刚经》里面，在我的这个《金刚要旨》的纲要的第2点，就讲到见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金刚经》里面到底它给我们什么样的观念？最主要给我们2个观念。
这两个观念呢，如果你能具备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无上的智慧开显出来。那么第一个观念，对一个学佛的人，尤其是初学佛的人，尤其是在末法众生学佛人，非常的重要。我想读过《金刚经》的人都知道，他在《金刚经》最后，释迦牟尼讲了一个偈。这个偈啊，我想各位很多人都会背诵，而且耳熟能详。他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有为法讲的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他讲这个宇宙的现象啊，如梦幻泡影，好像做梦一样，好像水泡或者影子一样，好像什么呢？像早上的露水，又好像电一样。他在讲什么？讲这个世间上的所有一些现象，变化非常的快速，变化的这么的快速，它刚刚出现，一下就没有了。就像我们人生，像我来讲，我今年61岁了，但是有时候我会想象说，我不是还很年轻吗？我经常会回忆到我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年轻时候的状况，但是没有想到眼睛这么一眨，已经61岁了，这么的快。所以不但是人生年龄上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人际关系里面也充满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随时在变化，随时在变化之中。这个如果各位可以掌握到这个要领，就是说你能具备这样的观念。最后他讲应作如是观。什么叫应作如是观？我在进入佛圣周之前，我看过很多版本的《金刚经》，他都教导我们要观想或者关照这个人生啊，就是这样变化无常的。但是我进入佛宗以后，发现你光做这样的观想、这样的关照不太够的。你要让这样一个观念，让这样一个无常的观念深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这个才能形成一种观念。观念不是那么简单，它应作如是观是要你具备这样的观念。当你形成这个观念以后，你看世间上的一切事情，它随时在变化，你就会不以为意了，你就认为这个是正常的事情。我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相交多年的朋友，有一天忽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翻脸了。本来他对你很好，这一下他对你不好了，这个时候你也不以为意。为什么？因为这是有为法，它随时在变化。那么有一天你如果有家人出现了什么状况，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是现象，它本来就会变化嘛。那么第二个观念，我们要怎么样解除这个烦恼痛苦？所以他第二个观念所讲的是什么？他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贤圣就是所谓的圣贤，一些圣人贤人，他们都是因为无为法而解脱而证到成佛的。但是这个无为法有它的不同的层次跟境界。比如说一个真正解脱的人，解脱的层次当然很多，但是最基本上一个真正解脱人，他最起码要证到一个初地菩萨以上。那么如果他证了初地菩萨，靠什么证的？
靠无为法证的，靠无为法。所以他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简单讲，当我们具备第一个观念，也就是这个现象是这样不停变化这样观念以后，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来应对？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无常的现象，变化无常的人生？我们从电视上，从各种媒体上，这种例子可以说层出不穷。各位每天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这个电视，看这个报纸，各种媒体的报道，就发现这种每天发生不晓得多少不幸的事情。我们第一个观念有的时候，这样的烦恼痛苦，大致可以消除一半。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这痛苦还会陆续再来，痛苦会陆续再来，你怎么解决？要修无为法，要修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所以我们这里第3点要跟各位报告所谓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在《金刚经》里面讲了3点，也就讲3个步骤。我想各位也都很熟，我在这里再简单报告。他讲的是6度波罗蜜，6度波罗蜜，6度波罗蜜，各位都很清楚。他第一个叫布施，第2个叫做持戒，第3个叫忍辱，第4个叫精进，第5个叫禅定，第6个最重要是他的目标叫做智慧。但是我们发现《金刚经》里面他只谈了3点，这3点也够了啊，这3点也足够了，因为这个是一个人最不容易做到的。第1点叫布施，布施很不容易做到。我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没有什么人帮助我，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帮助人非常的少啊。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果？就是我以前种的因，结的缘。那我种了什么因，结了什么缘？我布施很少，我布施很少，就是历劫累世来我布施很少，所以这一世尝到这样的一个果。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第一个要修布施。我们看到《华严经》十地品，它里面所探讨到的一个初地菩萨，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一个人要解脱，第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就是要证到初地菩萨。那么各位晓得初地菩萨他修什么吗？他也修6度波罗蜜，但是6度波罗蜜里面他修什么？以哪一个波罗蜜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布施，就是布施。在《华严经》十地品之一讲，一个初地菩萨他是以谈波罗蜜为上，谈波罗蜜增上，谈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波罗蜜有3种，我相信各位都很熟。第一个叫财施，就是布施我们的财物，我们的钱财。第2个叫法施，就是各种的情况，只要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就帮助别人。那么这个里面法施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是个学佛的人，我们就把我们能够解脱正道成佛的观念跟方法来帮助他。第3个叫无畏施，无畏施这个要很高，这个让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畏惧，在你人生的短短的8、9、10年甚至1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没有任何的畏惧，甚至达到无量时空里面我都没有任何畏惧。所以这个布施，这3个布施
最难的是哪一个？其实最难的是第一个财施。这个我是针对初学佛的人而说。大部分的众生最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就是钱，就是钞票。他要拿出来帮助别人，非常的不容易。或许在座的各位前辈大德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能进一步做得更好，那对我们的修行不是更有利吗？因为修行要具备5个条件。第一个是法，要有修行的方法。第二个是财，就是要有钱来生活，自力活命。第三个是同修同伴，同修同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大自在讲堂举办的佛法实修实证班，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跟研修班的这样一个课程。那么很多众生来报名参加研修，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多的时候大家修行会比较精进，人少的时候就会比较懒散。他需要有个伴侣，有个同修同伴，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所以这个除了修行的方法之外，要生活，要财，要同修同伴。第四个要地方，地方我想这个比较没有问题，你只要有一个几坪地都可以修行了。我在弘法11年多的过程里面，发现最大的困难是第5个条件。第5个条件是什么？时，就是时间。也就是这5个条件，法财理定时。没有想到最困难的是时间。那么时间它的困难点在哪里？很多人的困难点在财，就是他没有足够的钱财或者足够的储蓄，让他能够无忧无虑的修行。那为什么那么多众生都没有足够的钱财来修行呢？因为历劫累世的布施不够。你可以看我们的社会啊，真正有钱的人，他大概只占 5%， 只占 5%。95% 的人都是很普通的，或者比较没有钱的。也就是说 95% 的人，他如果要修行的话，他必须每天要付出很多时间来赚钱来生活，所以他觉得他没有时间。所以可见这个布施的重要。善信导师为圆道祖师正式受记之传法师，于美国潜修弘法多年，民国88年应邀弘传佛圣大法。其不拘泥名相论说，直解经义，辅以现实生活为喻的教授方式，令听闻者法喜充满，同沾法意。善信导师因悲心故，广开方便之门，特别提出自求内证之7大前提：一、建立正确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二、凡事先检讨自己，不检讨别人；三、应力求统一，不要与人对立；四、
心地光明，事无不可渡人缘。5. 尽量累积福德，减少修行障碍。6. 确信自己的自信与大自在王佛、诸佛菩萨的法性、佛性功能等无二别。7. 勿系尘劳，精进欢喜。护持电视弘法，护持账号50039250，财团法人佛教佛圣宗基金会。修行的最主要重点就是舍离心，舍离心，布施就是修这个舍离心。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后面这个大自在王佛像，佛像两边有一个对联，这个就是舍离心。这我们祖师留下来的记，他讲什么？舍离三界贪嗔痴，遁入解脱自在门。为什么要舍离？这个就《金刚经》讲的那个记，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些现象，这些钱钞票都是现象，它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就没有，几十年就不见了。当有一天我们到了80、90岁，我们100岁，我们走的时候，你有100亿，有1000亿，你有更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所以这个布施，在佛陀在教导我们要修这个舍离心，因为现象的问题，包括钱在内，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我1993年到美国去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工作，我的内人是外交部的人员，他派到美国旧金山，我变成他的眷属，所以我跟他报告说，你能不能给我1年的时间，我不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专门修行。我内人没有讲话，没有人讲话，因为他已经有长期的时间在养这个家，这个家有我妈妈，有3个儿子，一家6口，他在养，非常的辛苦。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我们中国人的妇女这种传统的这种精神，他吃苦但是不讲话，他不见得赞成，但是他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当时心蛮狠的，我就当作他答应了，我就开始做修行的规划，所谓修行生涯规划。我在这个报告不是在显耀我自己或者夸耀我自己，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我只是在报告说，学佛修行要有很大的决心，很大的毅力，尤其舍离心要够，舍离心要够。我当时开始修行规划的时候，我准备我自己的修行规划里面，准备在9个月到1年的时间，希望能达到空的这样的境界。空还没有解脱，跟各位报告哦，因为这讲起来话题长了，我们只是简单这样讲啊。空还不能解脱的，但是这是修行过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想花9个月到1年时间，看看能不能到这个空的境界。我跟各位报告啊，要到这个空的境界，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放松你自己，就是专注。靠什么放松？靠什么专注？第一个，靠你的见地，靠你的思想观念，靠你对整个有为法现象界的了解，对宇宙的了解，对生命的了解。那么第二个靠什么？靠定力。靠定力。定力就是什么？专注。
你没有放松，不能专注。我们练佛号，练九字禅，练南无本师大忏悔，练阿弥陀佛，练观世音菩萨，练唵嘛呢呗咪吽，他的目的是什么？专注。很多人没有办法专注，练不好，为什么？他不能放松。他为什么不能放松？他不能舍离。舍就可以达到绝对放松的层次跟境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潜能班，西洋人引进来，从各国引进来，从欧美、从日本，甚至印度引进很多潜能，教我们开发潜能的班。你有没有发现它最大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教我们放松，然后叫我们专注。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入那个境界。这个就是无为法。你想要修无为，就是修这一段，怎么舍离，怎么放松，怎么专注，然后进入这个空。空不能解脱，最后再把这个空给放掉，进入所谓的真空。以佛圣中的名词来讲，叫无念之念。空就是无念，没有念头，意识作用起不来。但是你为什么会知道你还是空呢？你在空，你在无念呢？因为还有个潜在的仪式在，再把这个放掉，就进入真正的真空，这个时候就可以解脱，可以证道，可以成佛。所以他这里见地上第二人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而有所差别啊。那么在修行方法方面来讲，除了布施之外，他布施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要不住相布施，在《金刚经》里面，不住相布施。他讲，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大纲，他讲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我们众生的布施大部分都住相，如果你能够不住相布施的话，其福德不可思量。在《金刚经》这个句子讲了很多，我想在座很多人看过《金刚经》，他讲我们用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来供养佛的功德，都还没有不住相布施的功德来得大。什么叫做不住相布施？不住相布施就是无施者无施物，无受者。你不觉得自己是在布施，你也不觉得你有东西在布施，或者金钱在布施，你也不觉得你有布施的对象。这个听起来简单其实我想在座大部分都是学佛或者对佛法有所认识的，实际上真正做起来很不简单。因为真正的布施，这个叫三轮体空，真正的不住相布施，要在什么境界才可以？要达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无念空的那个状态，最起码你要到哪里？最起码你要到哪里？那么《金刚经》教导我们第二个修行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方法教导我们布施，就是叫我们修舍离心，舍离三界贪嗔痴，就可以遁入解脱自在门。那么第二个方法教我们要忍辱。他讲释迦牟尼佛当年他有一次，他在一个花园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女跑过来围绕着他，跟他讲话。这些美女就是当时有一个王叫歌利王的妃子。歌利王看到以后起了嫉妒心，所以要处罚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处罚非常的严重啊！我想在座很多人看过《金刚经》都晓得，当时他怎么处罚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歌利王？他把他的身体砍成一段一段，就所谓的节节肢解，一节一节砍成一段。你想这个时候多痛啊！我们不要说砍成一段一段，我们被刀稍微刮了一下就不得了了。但是这个释迦牟尼这个时候什么？他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他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时间，他这些都没有，他怎么能没有？就是他处在一个无念的状态。当然释迦牟尼层次比这个更高，他是无念之念。他在一个没有念头，他意识中完全不起来的状态，所以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没有。所以这个忍辱，各位想想看，我们在忍辱方面我可以做到哪一点？我跟各位报告，大部分的众生最不能忍辱的是谁？是什么对象？家人，自己的家人。所谓的什么？大家有各位在讲顶流畸形啊，自己家人反而不能忍受，所以往往家人讲话最尖锐，对周遭的亲友、同事、朋友反而不会那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我们最不能忍辱的对象开始练习起，效果会非常大。我以前是个大男人主义的，很多台湾人、中国人都是大男人主义的，尤其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我是高雄人，我父母亲都受日本教育，在家里早期我们小的时候吃饭，只有男人上桌的，女人不能上桌的。我把这样的精神，不好的精神带到我后来结婚的家庭里面。后来学佛以后，经过佛法的熏修，佛圣大法的熏修，我开始改变自己。所以在我的内人从办公室从外面把不好的情绪带回家里的时候，我会跟他拿拖鞋，我会到冰箱里面倒一杯果汁给他喝，我会切水果给他吃。我经常跟我的学员同修开玩笑，我说这个真的是因果报应。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都是我的太太倒茶给我喝，拿报纸给我看，切水果给我吃，现在我要回头来报答他。你想想看，他情绪再不好，我这样做，他情绪起不来，这个家庭自然和谐，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忍辱开始起修的一个重点，从我们家人开始。一个学佛人本身应该第一个愿力是什么？就是让我的家庭和谐，让我家庭和谐。我们会谈到《金刚经》为什么可以改善我们的命运，改善我们的因缘。如果我没有接触到《金刚经》，我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接到佛圣大法，我仍然照以常那种状况的话，我的家庭老早支离破碎。但是佛法救了我，让我的整个人生有非常大的改变，180度甚至360度的转变。现在我们的家里没有办法吵架，因为我觉得一个学佛人，每一个人他的第一个愿力，就是我既然学佛，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心，让家庭和谐的重心。所以各位可以试试看，从自己的家人做起。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是个修行的人，你更务必要这样子。佛法的修行讲3个东西的修正，第一个讲思想观念的修正，第二个讲行为的修正，第3个讲语言的修正，就是所谓身语意，3个都要修正，把以前错误的、不正确的修正过来。
第三个，《金刚经》所探讨的修行方法，叫做禅定，叫做禅定。那么禅定，很多人把它定位在打坐，禅定不一定打坐，禅定有各种方法来进行，但是啊，打坐是禅定能够让我们进入禅定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所谓那个定呢，所谓那个定，各位晓得你要定什么吗？你是让你的身体不动叫定，还是让你的什么地方不动叫定？这个定讲的是讲识定，就是我们意识，我们的脑意识。简单讲，以前圆道祖师经讲脑神经不动，圆道祖师怕我们末法众生听不懂，他用白话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脑神经尽量不动，我们脑意识尽量不动。这个定是讲这个东西。那么《金刚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他教导我们应无所住，应无所住。整个《金刚经》整部经在教我们修行，只有讲这个东西而已，就是不住，应无所住，就不要住。不要住在哪里？不要住在那个现象上。那么怎么样才能不住在那个现象的变化上呢？因为现象所有的变化，随时可能让我们引起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比如说，我们经过中兴百货进去，中兴百货很多的名牌名店，我们一看马上住在那个上面了，哇，好漂亮啊！哇，一套什么服装8万块、12万块、20万块，这一住就起了贪心了，就起了贪心。所以经常教我们的方法叫一无所住，不住啊。那怎么做到不住？要怎么做到不住？就是当有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让它过去。我举一个例，比如说你是个学佛人、修行的人，你想要好好的去修行，所以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都在家里拜忏、念佛、打坐。做了1个礼拜以后啊，第2个礼拜觉得很无聊，觉得很无聊啊。那怎么已经做了1个多礼拜，怎么还没有证道呢？哦，这么久了。所以这个时候起了个念头，起了什么念头？我找个朋友一起去喝咖啡。这个还好啊，这个算还好啊。甚至你会起一个念头，我找个朋友去打麻将，或者去喝酒。当你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放掉了，你不要继续下去，不要继续这个念头。你不要这个念头起来说我找朋友喝咖啡，接着念头要想什么？我找哪一个朋友喝咖啡？那么我要在哪里喝咖啡？我要喝什么咖啡？最后还想到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我喝咖啡的时候，最后谁来付钱？这个念头一直不停地来，不停地来。那这个不住，一无所住，就是教导我们，当我们第1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要找朋友喝咖啡，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后面就不继续下去了。如果你能从这样练习，这个一般我们叫观照，我们可以做这样观照。我们如果这样练习，开始当然辛苦，不容易做到，但是等到3天、1个礼拜、1个月、2个月、3个月以后，就慢慢大慈悲心，大慈悲。但是众生未必能了解他这个大慈悲心，所以这4个是在修行上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会看到光，
会追求光，追求能量，会追求看到菩萨，看到佛，这个都不是坏事，但是要记得，这些都是虚妄的。禅宗在讲佛来佛斩，魔来魔斩，讲的就是这个。在修行过程里面，这些相一出现，当下就要打掉，这当下把它去掉。怎么去掉？念佛号去掉，念九思禅去掉，把这个现象，把这个妄象给打掉。经常这样做，你的心慢慢就清净，慢慢清净以后，有一天就可以进入所谓的空。再把这个空破掉，你的本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整个《金刚经》的要旨。从《金刚经》为了开显般若，然后给我们佛陀给我们2个建议，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一个是要了解现象是不停在变化，是无常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离苦得乐、解脱正道成佛，要修无为法。那么修无为法的过程里面，要注意这些现象的产生、镜像的产生，要记得把它打掉，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是今天讲《金刚经》跟各位的报告。或许各位没有听到善信在讲说怎么样才能改善命运，其实都讲到了。刚刚讲到布施，讲到了忍辱，讲到了禅定，可以让我们学佛修行的每一个人，他整个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的个性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应该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讲，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当你个性改变以后，你的命运不改变都不行。就像我一样，如果我不改变我的个性，我跟各位报告，以当年我那个情况，老早家破人亡，老早家破人亡。但是因为我个性的改变，我们家庭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和谐。不但如此，我们的家庭还带动别的家庭和谐，往外推，从我们的内法界可以影响到无限的无量的外法界，让他们都能达到一个很和谐的层次跟境界。最后我仍然用我在《金刚经》要旨里面所讲的最后一个偈，跟各位这个做最后的一个结论。好像说今天在座各位有这个因缘，我们共聚一堂，我认为这个是历劫也是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很深的一个因缘，我个人非常珍惜这个因缘啊！希望各位前辈大德贵宾跟我一样，也能珍惜这段因缘，而让我们有更好的因缘机会来一起来探讨佛法，探讨佛圣大法，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解脱正道。最后这个偈要跟各位报告的，各位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善信说要旨，即非要旨，是名要旨。谢谢各位。气会随着你思想观念的提升而改变品质。如果佛圣无上禅公初断17世能够配合心法的话，和谐功就可以让我们正道。佛圣大法实修实证班，本课程以浅白的话语直解佛法要义，解开您人生与修行上的疑惑。
授课内容包括6大心法、3禅1忏，让您身心更健康，工作更顺利，人际关系更和谐。台北、永和、桃园、台中、台南各地讲堂新班招生中，佛圣大法实修实证班免学费授课，报名请电02-8770-6196。佛圣大法实修实证班初级班共12周，每月中旬开课，免学费授课。课程包含：1. 心法，建立正确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 2. 静禅，培养意识的稳定，心不随境转； 3. 禅功，开发人体生命身心大能、宇宙能。佛圣大法实修实证班开发身心无限潜能，每期3个月，免学费授课，欢迎试听。台南平等心讲堂12月15号周五晚上7点30分开课，欢迎嘉南地区的朋友前往报名试听。报名专线06-222-6466。台北大自在讲堂12月16号周六晚上7点30分开课，报名专线02-8770-6196。高雄舍离心讲堂12月21号周四晚上7点开课，欢迎高屏地区的朋友前往报名试听。报名专线07-225-6607，请上佛圣大法网站，欢迎线上报名。与师有约座谈会12月17号周日下午2点30分，善信导师亲赴高雄舍离心讲堂主持与师有约座谈会，为与会来宾释疑解惑。高屏地区的朋友请千万别错过哦。报名专线07-225-6607。有关本会台北、永和、中立、台中、台南、高雄开课讯息，欢迎电洽02-8770-6196。善信导师著作，一叶文化出版。一个好的观念改变人的一生，一本好书绝对值得您品味典藏。一叶一如来，一花一世界，期许众多读者也能自我们的书中窥见整个大千世界。佛圣宗思想入门，短时间内即可对佛法有整体之认识，并掌握修行重点所在。佛圣透明集系列可谓是善信导师之实证精华录，倘能融会贯通，实践力行，此生必可成就。金刚经关键密码，导师以实证体悟明示金刚经关键密码，必使读者契入经义，掌握具体修行方法。六祖坛经直解，导师以直解方式阐释经文内容，是现代极珍贵罕见的实证书籍。佛圣宗大自在无上心要，导师将实证之体悟于书中明示成佛之心要、法要、气要。超越身心灵得大自在 DVD 上下集，佛圣大法实修实证班课程精华实录，全套合购特价3600元，并赠导师开光之水晶项链1条。邮拨购书账号50067229，户名一叶文化，购书1000元9折优惠，并赠精美帆布袋1纸。PC Home 商店街网络书店哈密书城电子书现正优惠中，欢迎电洽02-8712-7847。超越身心灵得大自
自在系列，十方法界卫视播出时间：每周六上午11点至12点，每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节目制作：财团法人佛教佛圣宗基金会，社团法人中华佛圣宗法界弘法协会。洽询专线02-8770-6196。山姜的花洗发剂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发现生命价值，体验生命现实。欢迎收看《曲终人不散》的节目。那么这边《曲终人不散》所谈的是包括于这个医疗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生老病死，尤其这个病，这个在我们这佛教上来讲，我们都知道病也带来很多的苦痛。不过今天开始谈的这个医疗的系列的东西呢，我们第一个单元谈的是好像不像是病，又好像是一种症状。在我们的人生必经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有这样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医师。我欢迎我们的季荣基医师，季医师你好。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季荣基医师他是这个中医的权威哦。那么就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探讨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疾病。那么开场的时候我提到过说，这个病呢看起来像是病，可是又不像是病，非常恼人的，它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更年期。那么在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呢，是在2008年的全国妇产科有一个数据，它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现在的物质越来越发达的过程当中，女性的更年期现在平均在45岁就有可能产生更年期。而有些人呢，他的症状会比较严重一点，他可能在35岁就产生了更年期这样的现象，那令人非常的担心，也造成了这个我们的妇女呢在正常作息上来讲一个很大的影响哦。那么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季医师，为什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女性的更年期和年龄是这样像棉花是这样往下滑，就慢慢的趋于年轻化呢？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现象。我们说更年期综合症，为什么叫更年期？是变更变化，它在年龄段啊，它从这个症状症候群开始，好像发生了变化，人生好像起了变化，叫更年期变更了。综合症它有很多的症状，我们等一下会慢慢道来啊，比如说容易激动，容易出汗，严重的多疑，是失眠、烦躁，等等，还有更严重的忧郁症、躁郁症、或者这个呢，临床当中啊都蛮多见。那么但是呢，你刚才谈到一个问题，更年期年轻化。说实在的，更年期在以前啊，没有像今天这么临床上见的那么多。国外跟国内，海外跟我们台湾又都不一样，是不是跟我们说的西方？对西方和我们东方民族也都不太一样。那么最近呢，这方面确实社会普罗大众对这方面蛮重视，西医也好，我们中医也好，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这种病例，最近几年来啊，也都是越来越重视了。那么人呢，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重视，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视。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显现，是体现出来。那是不是跟我们的西化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早期在古代的时候，或者在早期的年代，可能中农村的这个时代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快就有这个更年期，可能在文件上是要再看出来，我们大概可能在50岁或者60岁才有可能看到这个年期的。那现在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西化的关系，或者是有环境荷尔蒙的影响，所以导致我们有这种状况？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往年龄层再往上这个往下修？年龄层往下推呢是这样的，有几个情况。在农耕时代，这方面我们对健康的忽略，可能对这方面也忽略。当然也没有办法具体去考证。这个从西医来讲，更年期也是近代史上才重视的。那么中医的文献原来有叫肠燥、脏燥，脏腑的脏。中医有脏腑学说，脏燥，燥是什么？烦躁的。脏腑的烦躁产生的症状，古代啊是有这个病例，而且有很多案例。那么我们呢，临床当中搞文史的，也就把它归纳为更年期综合症，符合脏燥的一个五脏六腑的脏燥的这一个范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的发育也提前了，我们的生活品质高了，我们对自身的症状重视了。再有一点，现代人的节奏加快了。对，有形的压力，是这个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那么这些呢，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好像见了很多。年龄上又朝前推。确实那么回事。这个是，所以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也越来越让我们重视。那么观众朋友呢，也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关注。那像比如像东方国家跟西方国家也会有分嘛哈，那么到所谓的比较开发的国家跟未开发的国家也有差别嘛哈，对不对？那如果以东西方来讲的话，我们就泛泛来说，
是不是西方的国家的女性会不会早点进入更年期的？西方女性进入更年期，好像不是像我们东方那样把它专门的关注，是把它当做一个症候群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基因不一样。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其中有一个性的指标，在西方它是非常开放的，它这方面它不是那么非常的当回事去探究啊。那我们这边呢，这个当我们的卵巢功能萎缩以后，我们很多方面这方面功能也差了，这个男同胞会对太太家人不满，家人女性啊，我们的内人啊会更紧张，对，有时候紧张以后，其中也有很多自我暗示，还有很多呢，紧张以后啊，他不单单自我暗示哦，他紧张以后，他就更加有压力，对，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恶性循环，失眠啊、恐慌啊、多疑啊，他像这种，所以我们称之为综合症，所以会有因人而异的状况出来产生。对，还有人可能是在某些症状会比较严重一点，对，有些某些症状会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不明显，也有可能就因人而异。那当然，我们这个就是有不同的，因为因素也很关系啊，而且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性质、态度也不太一样。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比较神经大条一点的，或许他的症状就不会有那么的明显了哈。我们谈谈临床吧，临床是这样的，有些知识层面高的反而会更年期症状严重一点，有些呢，我们讲，很多是比如说草根一点的，我们讲，当然这个定论是对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我们从这个人的尊重来讲，没有高阶低阶，但是一般用普通的来区分，文化程度低一点，认知条件差一点，有时候反而是还好，对，有时候办公室的高级白领，反而是多，那么家庭条件优越的症状反而是明显，也可能他自我诉讼，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就从这个，刚刚提到说是纪律师是属于这个中医嘛，我们都知道从中医的角度去看，当然了，我们就所谓的更年期也是一个身体的状况的一个衰弱退化又有可能，比如说还有这个心跳的部分啊，或者各方面，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它的性激素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产生变化，所以是开始就皮肤比较干燥啦，他开始就会紧张，我这个皮肤是不是比较干预一点，他就会去敏感到，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症状了，或是家人的体谅感觉会不一样，比方说他跟家里的相处，他突然间觉得情绪的变化没有那么控制得好。然后说，你是不是更年期来有这样子揶揄他这样这个效果出来？他是不是大家感觉到，是不是可以去体现自己？又更年期到，因为女性比是因为她有生理的关系，她会比较明显，是不是有这样特别的状况？我们觉得以前大概平均45岁以后，现在呢40岁以后，你刚才讲的35岁都有。这个呢跟体质有关系，跟他的发育情况，跟他的父母妈妈遗传、原生家庭背景有关。还有呢营养状况、体质状况、遗传基因、自己的认知等等。那么当然有生育状况，他的生育状况都有关系。如果说他对自己生育的一个妇女，他是不是跟有生育过的妇女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很多的，因为他的这个整个一个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现象，我们从出生婴儿开始，我们讲女性是到慢慢的成长发育期女性要比男性普遍早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当然有生育和没生育可能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它的所谓的综合症状就不外乎这些，刚才讲的表现神经系统的就是失眠、烦躁、忧郁多疑等等情绪这一块。那么反映在皮肤上干燥、容易出汗这个还有潮热，一会儿热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又热，有些频繁的，有些是阵发性的。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胃口低落、情绪低落、脱发、牙齿松动等等，像这些。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月事往后拖拉不来了，这样子，所以慢慢的整个一个综合症状。
那么像这个症状，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用什么好的方法来应对。好。那刚刚提到这是比较泛泛的症状部分，那就进入深一步来讨论，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西医在治疗过程进入这个更年期治疗，都用这个荷尔蒙治疗的方式。那当然中医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嘛，那我想说，我们中医讲就是辨证论治，要依照不同的症型来做不同的治疗。那当然，我们有不同的症型产生的状况也会不太一样。那么类似就好了说来，就是我们有类似比较有阴虚的啦，有阳的体质不好，或者虚弱皮肤不好，或者痰虚体质的，痰虚体质的人他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症状。那是不是有不同的症状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中医它是2个核心观念，对，一个是辨证论治。它根据不同的症状是来进行不同的施治。第二个呢，整体观念，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那么跟您的整个一个身体状况、跟一个环境状况、年龄状况、跟气候、季节都是有关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刀切。您刚才讲到西医，实际上现在的治疗方法，大部分的中医西医基础都不错，也都会非常的正式，非常的接纳，主动的运用一些西医的方法，至少在诊断这一块，物理诊断影像的诊断这个生化的诊断，我们都会运用。比如说更年期，我们要看它的雌激素状况，对，这都是衡量的标准这是一个。那么西医呢，它强调缺什么补什么，这也是对的。但是有个情况，是药三分毒，长期的服用类固醇，长期的服用雌激素，一个它是不是吸收多少，最重要的要考量，现在包括西医也重视考量它的副作用。长期吃这些药，首先它会有依赖性，它自身的产生，当然它本身在退化，自身的产生激发更不够。第二个最重要的，造成了骨质疏松等等，或者内脏器官的靶向的损伤。当然我讲的是长期的服用如果说不同体质会产生一个某些症状会加剧嘛，类似说比较阴虚的体质啦，或者是痰虚体质的人，他是不是在某些症状当中他就特别加剧？我们刚才谈到了西医的一些状况，那中医呢，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它长期的1000多年了，最起码对。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有很多独到的方法，这些方法西医现在也能够接受，因为既然称之为综合症，它是有各种症状的，这个就是您刚才讲的中医要辨证论治。那么又谈到一个中医讲，有时候这个痰痰，这个痰是广义的痰，对，绝对不是一口痰的痰。中医的痰是什么？变化的，是湿浊引起的。我们中医讲治病是七情治病，喜怒忧思悲恐惊。我们更年期里边有很多的情绪不稳定，喜怒忧思悲恐惊这种情志，会导致这个疾病。还有呢，诱引，有个不好的因素外在的外因，对，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对痰湿，你刚才主持人真的很有水准痰湿是一个更年期症状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那么痰呢？痰会迷心窍，我们讲中医讲痰迷心窍。观众朋友可能听了是会感觉很深奥。这个痰是看不见的痰，是无形的痰，但它是湿浊引起。痰迷心窍，我们讲心主神明，中医讲。对，所以我们的情志，我们的心绪，我们的整个内心的一个判断等等，中医把它归纳为心，它不是西医的解剖的心。心的功能，心主神明，而痰湿产生以后，又会扰乱了我们的神明。是痰主心包，所以呢，化痰祛湿，往往也是治疗更年期的一个好的方法。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提到说这个要辨证论治，谈到我们不同的体型、这个体质、不同的症型有不同的治疗方式那我们都知道中医的一个特点特别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说，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肾的这个要去补肾。对于这个发育期嘛，因为在青春期需要发育，所以要补肾。那么肾就是主水的部分，但所谓中医讲的肾跟西医的肾又不太一
一样哈，我想有些区别。可是有人讲说，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也要补肾，这个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道理呢？因为也就是属于更迭的状况嘛，因为从那幼年期进到青春期还要补肾，那相对的更年期也是这种症状的开始在改变，它也要补肾，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说？是有道理的。我们讲肾啊，中医讲的肾啊，肾主精，这个精是什么？是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我们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呢是我们饮食精华，所以我们的人的精华的传送，从产生精华的产生、输送到精华的升华，来弥补五脏六腑，来整个推动人的气血循环，这是个肾脏的主要的功能。所以那么肾脏呢又主骨，骨骼的骨，骨质的骨。那么肾主骨，肾主精，这是肾的功能。肾又主气化，人的精气神的这个气化作用，气的推动升华，这些都是靠肾的功能。那么肾呢又开发于肾根。中医讲啊，我们的头发、牙齿、耳朵都是我们肾功能所主导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些都是跟肾功能息息相关的。我们肾功能好，我们头发茂盛，对，我们这个墨黑的、光亮的，当然大多数这样，也有例外的啊。我们的耳聪目明，这个肾好的，肝脏好，肝肾功能好的，眼睛是好的，老花是晚的，那么耳聪、牙齿，我们讲此为肾之余，这个都是中医的经典。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肾脏也是相关的，所以临床当中也是，生活当中也是。所以年龄大了以后，对，头发脱落了，肾功能差了，对吧？这个耳朵有耳鸣、耳响、失聪这也是。当然牙齿更是了，年龄大的牙齿脱落，跟小孩子不一样。所以在中医的治疗更年期综合症当中，补肾功能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中医都有相对论嘛，哈。对。那么肾对啊，就是肝，是不是要补肾之后还要去疏肝的？对啊，你谈到肝也很好。对啊，这个是学习上我们要肝肾。肝肾功能是互为阴补、互为辅导、相辅相成的。肝功能中医在讲，肝主疏泄，肝气郁结，那就产生了一些忧郁，或者躁郁。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肝的功能跟我们更年期综合症也是相关联的。为什么呢？我们讲这个肝啊，怒发冲冠，人的情志、情绪跟肝也是有关系。所以临床当中，中医治疗要疏肝，要理气，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重用的五味子，五味子，是治肝的良药，而且又是有益于睡眠的，又对睡眠有帮助的，这样的。好，那再来就继续往下谈哈，就是在治疗的方剂部分来讲，我们分很多。一般坊间都说，女性到了这种期到更年期都要吃这个加味逍遥散。那这样对于是不是一般的症状来讲，都很适合吃加味逍遥散这一个方剂呢？还是说还要着以其他的这些处方来帮它做推动？中医呢很反对千人一方。因为刚才谈到中医是需要辩证论治，辩证。人有很多症状我们更年期有很多症状有些皮肤干燥，潮热，对，有些脸潮红，有些头发脱落，更重要的有些失眠，有些烦躁等等。像这些逍遥丸是主方，而不是千人都用这个。在逍遥丸为什么讲加味逍遥丸还要再调什么？就调理，调整，对。那么在调理调整的过程当中，有些还要加一个调养虚症很多人长期的抑郁，人非常瘦更年期，而且他是不思饮食，表现出神经症状了，那就需要调养我们除了调理调整，还要调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除了逍遥丸以外，我们要应对的不同的，比如说很多出汗多的，那我们要用一些收敛的药。对，刚才谈了，五味子对肝对肝区就有好处，对，它又是收敛的。汗里面还要分汗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叫盗汗，实际上不叫盗汗，
晚上出汗叫盗汗，白天出汗叫自汗。但是不管怎么样，汗症啊，多汗都是虚症的表现啊，大多数为虚症。所以，那么因为中医呢对汗是很重视的，中医称为汗为心液。中医讲你的汗啊是你的心功能差所导致的。好，我想说，大家都提了很多这个说出女性的更年期，男性的症状也会有，是不是比较不太明显？因为男生并没有生理期，对不对？你问的也很好，男性的实际上也有，只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有些是比较隐性的。男性应该有啊，我们男性朋友啊，很多脱发了，牙齿脱落了，这个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退化了。还有很多什么呢？男性到了一定程度，脾气暴怒。第二个呢，有些呢就是非常的多疑，有些呢闷闷不乐，突然间的这些症状，那么跟这个荷尔蒙的退化也有关系。那么当然在其他方面有些对太太也不尊重了或者说怕太太了，突然怕太太以后很自卑他的性功能退化了等等，他强烈的自我暗示自我的觉得性情差了等等。所以也表现出还有我们的人是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健康不健康不单单是我们自身的生理现象，我们健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告诉大家，健康除了你的生理健康，是你的心理的健康，还有你要适应社会的能力。所以我们讲更年期综合症有时候他会觉得社会跟他脱节了，他会觉得更不适应社会了。对，那么这些呢，也是一个综合症状的比较严重的一个方面。好，非常谢谢季医师这么精辟的剖析，从中医的观点去看我们的整个病症。刚刚提到更年期它不是病，它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要欢喜心去接受它，就能够改变跨越这个很尴尬的更年期。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弗届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永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大拨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十方法界卫视开播1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随缘来，去擦干海随缘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感谢你，信心满满的快。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枝枝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清风吹其帆，一人说是风动，一人说是反动。六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也非反动，是人的心在动。风吹，帆一定会动，只要自己的心不随着环境而乱动，心不动，风也不动，帆也就不动了。心若如树苗，风过会折腰；心若如岩石，风过无所动；心若如虚空，空与风又何妨？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卵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法音遍十方，人心净化唱好歌。各位观众好，我是李维汉，欢迎收看十方好歌大家唱。人之所以会迷失，是因为执着，造成执着的原因就是因为贪爱，因为贪爱成痴，由于这些因素的牵扯，导致迷失了自己。当我们迷路的时候，在过去没有导航的时候，我们会去问路，请别人来指点方向。当我们人迷失了自己，谁来指点我们方向呢？醒悟如果要靠自觉，就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反省能力，或是遇到重大挫折来点醒自己。如果无法自觉，
就需要有善知识的引导，而善知识是可遇不可求。如果不广结善缘，又怎么会有善知识的指引呢？用自觉的首要方法，接触佛法是不错的选择，让我们在佛法指引下觉悟自省。如果还在摸索的话，就如同在迷路一般，失去了方向。迷路是掉入深渊，无法自拔。所求层层苦，似梦似幻海似无数生死，似无数苦，梦朝朝暮暮。月下所爱，爱皆苦，只多至少心中思。月台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我心在苦，因为你有苦。我心在苦，因为你，我心在苦，因为你，我心在苦，因为你为的路。所求层层苦，似梦似幻海似无数生死，似无数苦，朝朝暮暮。天下所爱，爱皆苦，只多至少心中思。月台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我心在苦，因为你有苦。我心在苦，因为你，我心在苦，因为你，我心在苦，因为你为的路。层层苦，似梦似幻海似无数生死，似无数苦，朝朝暮暮。天下所爱，爱皆苦，只多至少心中思。月台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残花寒风对空。上报自从恩，下济三途苦。自从恩中的不恩最大，
胎儿是父亲母血结合而成，经由母体孕育生长才得以出世到人间。母恩浩大是我们子女无法报答的。不过呢，母亲的欲望很少，时时的关心问候，终老时的陪伴，这让母亲就能够满足了。不过在佛陀眼里，认为这只是小孝的表现。那大孝要如何的表示呢？要彰显父母，要以父母为荣，还要引导父母行善，把功德回向给父母，才是大孝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母恩》。
而分不止，只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为人子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而遗憾可以说是最大的惩罚。我们一生中常常在做后悔的事，却一直在弥补遗憾。而孝顺父母的遗憾，往往是在父母生病，或是病危，或者是已经过世了才要弥补，这都是为时已晚。忏悔是可以消除业障，不过遗憾所形成的业障是很难用忏悔来消除的。它是会根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久久无法脱离。在监狱中常常听到受刑人忏悔对父母的不孝，做出让父母担心失望的事。在医院也常听到面对临终的父母哭嚎忏悔着自己的不孝，这都是事先告诉我们做子女的要约好爱看葬。
阳光阿爸亲请刷，的确，爸爸像是家中的支柱，是子女的靠山，当然也是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在过去父权时代里，常常教育男生要有承担，不可以软弱，不可以哭。所以有句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过去农业时代，男生都是要继承家业，因此所受的教育最多，当然寄望也就相当大。父亲过去所受的教育，就会影响到家中男丁的未来。如果家中有男丁，往往长女就会当男生来养，赋予他更多的责任。阿爸亲请刷说过的话，像是像军令一般，如雷贯耳，不敢遗忘。您是否还记得父亲的叮咛吗？来欣赏这首《阿爸讲的话》。细汉的同时，阿爸定定甲阮讲，做人着爱老实，做代志拢爱用心，到头找的时阵，阿爸甲阮来讲，在那段你来这出发，细数这家天的事，总是有牵挂，心里爱真需要阿爸甲阮提醒，厝若搁会条，家命跑到换一天，需要温柔甲平和路，情人是彼此，偏偏安安就是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若想起你的经验有阮，心肝拢会酸，因为常常想着你。阿爸讲过的话，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轻放伫脑海，你做的一切，拢是为我好。你甲定定需要阿爸甲阮提醒，厝若搁会条，家命跑到换一天，需要温柔甲平和路，情人是彼此，偏偏安安就是阿爸讲的话，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若想起你的经验有阮，心肝拢会酸，因为常常想着你。阿爸讲
做的一切，拢是为我好。希望今天的安排你会喜欢。好歌传唱不嫌多，共成佛道利众生。天下善人齐相聚，十方之歌唱不停。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一朝花，一口窗开的空气，一碗饭，一碗饭，一盘菜脯甲香，一粒云，一粒星，一片人生的。十方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法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名永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大波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感恩天地，感恩人生，感恩众生，感恩无尽的法缘。无数寒冬，浪迹送过千人，历经人生万种种，崇高的路，一无所有，同在无知感恩，命运无情，百般冷酷考验。知错误叫什么？总在失去，才懂珍惜一切永恒的爱。感恩天地，感恩人生。十方法界卫视开播1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随缘来，去擦干海随缘过。
感谢你，深情满满的关。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吱吱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户池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超然客观的态度，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除了佛教，我们也着重于医疗、养生、艺术及慈善爱心动态报道。十方法界卫视。各位观众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十方新闻，我是任依荣。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以6度为基础，开展菩萨万恨，勇猛心一发，恒常心难持。台湾这枚晚茶时，日本茶道与韩国茶道得到佛法的利益。第10届金车青年油画奖得奖作品展，用意志力与向善的心参与水陆法会，美学与教育的艺术家，方慧光的艺术热情。修行学佛，我们可以以6度波罗蜜为基础，开展出菩萨万恨。6度之首是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分内外，内财是身体，外财是眷属和物品。法是佛法的道理及修持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等烦恼的方法。无畏是以慈悲心使众生脱离怖畏恐惧。如果能在自己修学佛法的同时，也以身示范，做义工，出钱出力出时间来护持三宝，弘扬佛法，救度众生，便是三施并行，自利利人。布施他就能够破除这个贪欲，忍辱他就能够对治这个嗔恨。般若就能够对治我们的愚痴，所以这个也说明了，就是说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修持的种种的这种美德，这些美德它其实都是在对治我们自己本身众生的这些病态的这种现象。那这些现象呢，透过于6度波罗蜜的这样一个行持然后透过于四摄法的一个方便，四摄法呢就是一个布施、爱语、同事、力行。那光是知道这些，光做这些，偶尔我们还是会退道心的。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一句话说：勇猛心难持恒常心难持，勇猛心易发。
布施、持戒、忍辱是福行，禅定与智慧是慧行，精进则佛慧兼具。不管任何法门，都可以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来涵盖统摄，也可以说用六度做基础纲领，可以开展出菩萨道的种种修行法门。时方新闻记者赖欣荣台北采访报道。每个人在踏上修行的道路时，总是怀着深重殷切的心，然而在遇到挫折逆境之后，却又容易退失道心。不论是世间或出世间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不在于能力的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坚持到底。能坚持到底，虽移山填海之难事亦能成之；如果半途而废，则反掌折枝之易事亦难达成。我们学佛，我们都要佛法的好人，我们都要发菩提心啊！我应该要精进修持，要用功，要精进。可是呢，做了没多久又退失道心了。所以勇猛心易化，恒常心难持啊。那这个必须要靠4种的力量来推动，也就是说，心里面必须要有常常这样的四种的动力。那个就是呢，事无量心的慈悲喜舍，慈能拔苦，悲能娱乐，喜能自在，舍能无碍。所以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它就是在破除我们众生的这种种的这种毛病。所以我们只要勤修佛法，那必定就能够减轻我们的那些习性。修行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提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这样一个行持呢，来转化，来提升自己修行的境界的。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在修行上能够不断的自我提升自己的修持。假如能够认清修行的可贵及无常的迫切，就不会轻易的退却。所谓无常老病不与人齐，朝传夕亡刹那易逝。无常的逼迫性是警惕我们提起悼念、对治懈怠的良药。莲池大师在案头致书，生死事大，日日提醒自己不懈怠。修行人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生死心，定能督促自己勇往直前，精进不懈。时邦新闻记者赖基荣台北采访报道。台湾驻美晚茶时，希望能够将台湾茶推向国际。茶行第2代的杨秀云老师创作台湾最美晚茶时，将种植茶叶的辛苦写入歌曲中，希望将台湾茶推出国际。台湾最美采茶史那因为我自己是茶行的第2代了，那接触茶行比我年纪还大，那发觉台湾的茶其实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农特产品。他应该要有一首比较写的详细一点的歌曲，那就是用这个才创作这首歌。当然也是因为要参加2006年吧，一个国际的茶博会，所以创作的早上在演讲时候的背景、布景，还有跟这首歌当作是向外国人介绍台湾特色，而且很短的时间介绍台湾的特色茶所做的歌曲，跟那个艺术装置艺术。杨秀云老师参与2008年茶博会，为了向外国人介绍台湾优良的茶叶，特地创作台湾最美晚茶时，以优美的旋律和影像介绍台湾茶叶。时尚新闻黄慧茹、徐建一高雄采访报道。日本的茶道与韩国的茶道其实都是源自中国。日本茶道与韩国茶道源自于中国，却发展出独树一格的茶道文化。反观台湾，台湾茶也极具特色，知名度却不及日本、韩国。
因此台湾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茶道文化。其实茶道在日本茶道跟韩国茶道的书籍里面，他们开宗明义他讲的是说茶道，什么日本茶道或者韩国茶道源自于中国，其实是中国的东西，不是日本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反而去日本学茶道其实这是在古时代就传出去的，只是他们发扬的保存的比我们还要好比如讲说韩国的茶道它会把它浓缩成4个字，这个和敬简真。那日本的它把它浓缩成和敬清寂。其实反观我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我经常会用这个问题问生活大陆或台湾，那台湾茶道和中国茶道是哪4个字其实到现在没有人讲清楚，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杨寿云老师表示，台湾茶产需往精神层面发展，将茶道带入台湾人的生活中。时尚新闻黄慧如、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放大蒙山是一种慈悲心，能够利益忧冥界众生。以佛来说，就是冥阳两利，冥就是忧冥众生，地狱畜生恶鬼。阳就是我们人间普通的听经闻法，这些幽冥众生不能得自在，在地狱里面的众生不能出来，恶鬼道很苦，畜生道也有种种的苦难。警惕自己的起心动念而且呢不造恶业，以免沉沦第其3为行菩萨道。蒙山施食就是起以大悲心，借着我们的佛法真的力量来传戒这6道众生，都可以来这里听经闻法和讲忏悔增长善根，共振佛道。所以这个施食法会拢是非常的殊胜以巴多为主安尼来互因离苦得乐所以咱这个众生拢爱请来以慈悲心来加度化这6道一切众生阿弥陀佛。放大蒙山借佛的力量，借法的力量，借我们自己心的力量，这3种力量加起来，使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都可以来到这里听经闻法忏悔。如果他了悟了，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死亡新闻天成一上高雄采访报道。金秋青年油画奖以不同的视角探寻台湾土地的风景与人物。为鼓励艺术家创作，金车青年油画奖提供青年艺术家展现舞台。这一届征件主题为台湾风景画，以油画为媒材，画出心中的台湾意象。参赛者分别以全台各地景点及生活中的人物，表现出台湾的风景与人文。风景组首奖得主施金红以作品《这城市龙井》描述台中大步山上眺望的景色。宁静的山上看着热闹的城市，每栋房子的风貌有所不同，代表每个人对家的定义不同，仿佛看见大家为了生活与梦想，在城市某处各自奋斗着。李文新的老梅绿石槽海岸，以各种方式留下那片海，为的只是从小到大那段家人们与海的回忆，希望能将它保留在家人的心中。陈定如的真爱重现是位于阿里山姐妹潭内的永结同心，两株老檜木的树头与根巧妙地连成一个大心形，是许多情侣合影留恋的地方。这些青年艺术家取景自台湾各地风景，从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奇美博物馆、乌来内洞森林游乐区、宜兰龟山岛等及生活中的人物角色，画出最动人的景致。时光新闻记者赖秋荣台北采访报道。
借由意志力与一颗向善的心，能够圆满水陆大法会。透过意志力与向善的心，一连7天全程参与佛恩寺所举办的水陆法会。德界居士表示，参与水陆法会可改善人心，滋养善根。水陆法会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佛教的庆典啊，它主要的是在改善我们的人心啦。现在的社会也许是末法时代了哈，能够配上我们这么殊胜的佛恩寺，我的师父汝松法师，还有十方法界的协力帮忙，我想这就是佛陀讲的正法会永远留在人间。因为工作的忙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参与佛教的一些庆典，所以我也是这第一次参加水陆法会，但是就是让您感到殊胜，因为体力绝对是多少会有影响，可是在精神方面，我想体力是随时可以克服的，因为最重要的大概就是3个字，叫做意志力，还有4个字，就是你向善的心。水陆法会以供养十方诸佛圣贤、无者普施斋食为基础，就拔诸六道众生，并广设坛场，使与会众生得以其因缘与根器，至各坛听经闻法。所以在法会中所供养救度的众生范围相当广泛，因此集合了消灾、普度、上供、下施诸多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水陆法会的功德利益是名扬两界都能获利的，也能够让社会更祥和。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屏东采访报道。艺术家的创作希望能够关心人的情感与生活的经验。艺术家方慧光做艺术做了一辈子了，到最后他说用4个字来说艺术：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从人做艺术可以看得出来他一生的心情与性格，也就是说做的作品等于他的一生。我的作品最主要是以青铜为主然后在技术上呢，基本上我融合了从古典到当代几乎可以作为表达的媒介我都接纳运用。那我的作品基本上是以人为主那就是我在创作上基本上我比较关心人在社会当中的生存的环境，还有人的心境所以这个部分呢一直是我创作的重点。在创作上，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心的主题。那对我来讲呢，其实我的创作基本上是来自于就在生活上或是人生的经验呢，我一直对社会、对人这个主题的比较关心。那所以这个当然也转化成我创作的主题那也就是每一个艺术家呢，他坚持他自己的某种方向跟信念然后不同的人创造出不同的东西，于是就构成了整个艺术的全貌。艺术家方慧光比较喜欢做人的感情与内心的感受为题材，也就是说因人而异。他比较喜欢叙述人的遭遇，喜欢他自己的艺术跟台湾的生活经验有感情的连结。十方新闻的陈医生高雄采访报道。透过创作，方慧光也让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在美国求学时刻，才是让方慧光大师开始见识到顶尖艺术高手的时刻，也让他更加奠定了他心中所想要走的雕塑艺术之路。那我的创作里面呢，青铜一直是我一直在使用的。那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在旧金山艺术大学雕塑研究所教课的项目，也就是青铜雕塑跟青铜铸造。那青铜铸造当然是在材料里面包括成本上都是最昂贵的那我想我也是一步一步从绘画啦、雕塑啦、泥塑啦、木雕啦、石雕啦等等一路走来。那青铜它是一个非常恒久的材料啦，
就是随便青铜放，就是保存下来，我想放个2000年、3000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创作上也会遇到一个要很认真思考的，就是一个作品要放那么久，所以当然你不能草草了事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才值得存放那么久，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我想这个是做青铜雕塑同时要去慎重考虑的事情所以在技术上呢，成本上它都比一般的雕塑当然门槛高很多。冯慧光大师在地方上教育英才，深刻的影响了在地的艺术学子对于艺术这一个领域的见地。同时在2004年高雄国际钢雕艺术节那年，他带着学生用废钢铁制作了美丽的浪花。他说做艺术做了一辈子了，到了最后方慧光大师用明心见性4个字来说艺术。时报新闻天陈一上高雄采访报道。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关心国赛动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十方法界关怀弱势族群与照顾弱势儿童，以佛教因果轮回培养正确人生观，阐扬伦理孝道，提升社会风气，超越山头，跨越派系，虚弥万法，环绕全球，坚持公平、公正、包容的立场，以传播正信佛法为己任。十方法界卫士，圣人求心不求佛，凡人求佛不求心。一起来看看今天在佛教界有哪些活动。八关斋戒由地亲法师主法，12月23号在基隆仁爱国小。八关斋戒暨30系念法会，12月24号在台北日新国小2楼礼堂06-233-5530。大慈山弥勒菩萨道场福坤法师传授八关斋戒，12月24号在向上国中，电话04-2350-2276，入场时间上午8点以前。107年水陆法会由新义法师主法，日期107年3月4号到10号，地点在菩提山极乐寺，电话07-783-1466。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十方新闻，祝您福至圆满，再见。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永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报拨账号4227-4784，4227-4784。最狂思念到最妈妈，恨的心来，突然在眼。
将心，温暖在心，有吉祥菩萨光爱你。菩萨喜光，不轻微妙，慈悲万境，光光光光，菩萨甘拜起，我梦明亮，菩萨喜光光，不轻微妙，在世间，相信我强，慈悲的菩萨，不难明了，菩萨喜光，不轻微妙，菩萨喜光，不轻微妙。你知道原来可以是菩萨啊？啊，阮昨天刚刚在讲讲啊，啊，是讲是非常的吼，阮昨天爱食，甲阮阿孙爱食的。完嘞，然后对。菩萨慈悲甘在心底，回光美，相信老力，不尽将心，温暖在心，有吉祥菩萨光爱你。喜光不轻微妙，慈悲万境，光光光光，我色甘拜起，我梦明亮，菩萨喜光光，不轻微妙，在世间，相信我强，慈悲的菩萨，不难明了。菩萨喜光，不轻微妙，菩萨喜光光，不轻微妙。小伟，等一下，小伟，妈妈你下了。不醉狂思念，不醉难忘，看你心爱，多望在望。真感叹，亲情是主，我就是你，你敢不在？菩萨慈悲甘在心底，回光美，相信老力。尽将心，温暖在心，有吉祥菩萨光爱你，有吉祥菩萨光爱你。十方法界卫视开播1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保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亲像月光明我心在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支支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清风吹其帆，一人说是风动，一人说是幡动。六祖慧能说，
不是风动，也非帆动，是人的心在动。风吹，帆一定会动，只要自己的心不随着环境而乱动，心不动，风也不动，帆也就不动了。心若如树苗，风过会折腰；心若如岩石，风过无所动。心若如虚空，空与风又何妨？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污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及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怎么办呀？死定了，死定了！我怎么跟小人姐姐说呀？哎呀，呀，我很烦呢。如果他们以后结婚怎么办？完蛋了！要帮藏起来啊！可是，要是被林阿虎知道我没给的话，他一定会超级生气，然后把我的妖怪手表抢走了。好烦啊！都是小林姐姐啊，讨厌啊！木瓜，小林姐姐，你怎么会来呀？你在说什么啊？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对哦，我才觉得奇怪有话不能在大殿说，一定要躲到这里来吗？到底是什么事情啦？那个就是，你觉得林阿虎怎么样？哈？什么怎么样啊？你在说什么啦？就是你觉得林阿虎长得怎么样然后他这个人怎么样你觉得他好吗？哈？你突然没头没脑的，为什么啦？那个，你会跟他结婚吗？哈？结婚？我跟他又不熟，结什么婚啊？木瓜，你再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就真的要生气咯。还不都是你害的？人家都写情书来了，都是你呀！害我这么烦恼。情书？什么情书啊？给我看。今天放学的时候，林阿虎塞给我的，还说一定要给你。我看看哦。小莲姐姐你好，我是乌光的朋友，我叫林阿虎。昨天去找乌光玩，吃到你做的咸饼干，而且还拿了你送的水果糖。我妈妈叫我一定要谢谢你照顾我们，谢谢你的饼干跟糖果，
林阿虎敬上。真是个好孩子哎，竟然写信来道谢。悟光，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吗？没了吗？不是情书吗？哎呦，你想太多了啦，小笨蛋，根本就没有什么情书。你很夸张哎，乱误会还乱猜测，真是的，害我被你骂得莫名其妙哎。好险哦！我还想说，万一你跟林阿虎结婚，那我要怎么面对他嘞？面你个头啦！真是的，才不会怎么样哎。我反而还要谢谢他，不嫌弃我的饼干，还吃得这么开心。现在还写信来道谢，我真是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哎呦，没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你又不是故意的，而且是我们自己没握就吃掉的啊。没关系啊，小林姐姐，我们不会生气的。而且，小林姐姐，你给我们吃的水果糖好好吃哦。王大明跟林阿虎都很开心呢，而且他们还说下次想要再吃你做的饼干。真的吗？听你这样说，我好开心啊。那有什么问题？下次我再烤给你们吃哦。这一次不要再放盐巴了。不会了啦，我下次一定会小心一点。我会先尝过调味料的味道再加，一定不会再弄错了。悟光、小莲，你们两个偷偷摸摸在这里讲什么呀？我看悟光好像很慌张的样子，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师父，昨天啊，我错把盐巴当成糖，就烤了一盒咸饼干，结果不小心被悟光他们吃到了，我就送他们一人1包水果糖表示歉意。结果悟光的同学就特地写信来道谢，悟光还误会是情书，一个人不知道在乱担心什么嘞，真是的。我不是故意的啦，是小林阿虎拿给我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害羞的样子啊。我猜人家根本什么都没想，是你想太多了。悟光啊，你不要给人家乱点鸳鸯谱。不过咸饼干是什么？就是啊，我本来要烤饼干的，结果不小心就把盐错当成糖，就把饼干烤坏啦。我本来把它先放在橱柜里，再拿去丢的，结果啊就被悟光他们拿去吃，超丢脸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才又送水果糖给他们。我下次真的不会再弄错了啦。真的是很糗哎！拜托你们都快点忘记这件事情啦。小莲姐姐，你也有失败的时候啊。小莲，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对拿手的事情很有自信，所以反而就会因为疏忽大意就造成错误，所以这很正常，你不需要觉得丢脸，下次谨慎一点就好了。可是我真的很在意嘛，因为我从来没有烤饼干失败过啊，这样根本就跟那个拿雨伞还淋湿的和尚一样了嘛，超糗的。谁淋湿呀？小莲说的是一个叫做3个和尚出门去的故事。你们又偷藏故事不告诉我，我也想知道啊。好，那我告诉你，你就把我的咸饼干忘掉。咸什么？小莲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好啦，算你通过。那我要开始说咯。以前有3个云游的和尚，他们在出门的时候都准备了一些东西。第一个和尚怕下雨，就带了一把伞。第二个和尚怕跌倒，就拿了一根拐杖。可是第3个和尚却什么都没有拿。然后他们就各自出发了。
先锋每次出门都只会拿一个钵，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带超人披风。又不是去做什么，一个钵就够了。真像师傅的作风哎。结果晚上3个和尚回到寺院的时候，拿伞的和尚淋得全身是水，拿拐杖的和尚满身是伤，第3个和尚却安然无恙。第一个和尚就问：你怎么会没有事呢？第3个和尚就问第一个拿伞的和尚说：那你为什么会淋湿而没有摔伤呢？拿伞的和尚回答：当大雨来的时候，我因为有伞，就大胆的在雨中走，却不知道为什么淋湿了。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我因为没有拐杖，所以就走得很仔细，就挑平稳的地方走，所以才没有摔伤。哦，难怪哦。那拿拐杖的那个和尚嘞？第3个和尚就问拿拐杖的和尚：你为什么没有淋湿却摔伤了呢？拿拐杖的和尚回答：大雨来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伞，所以我就挑可以遮雨的地方走，所以没有淋湿啊。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我就用拐杖拄着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摔跤。好奇怪哦，有带伞可是淋湿了，有拐杖还跌倒，为什么啊？就像小莲做饼干一样啊，是因为疏忽了。哎呦，对啦。第3个和尚就笑着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拿伞的淋湿了，拿拐杖的跌伤了，而我却安然无恙的原因。遇到大雨，我就躲着走，路不好走，我就细心走，所以呢，我没有淋湿，也没有跌倒。你们的失误就在于你们有凭借的优势，若我有了优势，便少了忧患。我听不懂哎。目光，很多时候我们会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擅长，反而是因为太擅长了，所以就过分自信，导致忽略掉该注意的细节，所以才会导致失败。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自己不会的地方失败，反而会在自己会的地方失败。为什么？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啊。不会的话，失败很正常吧？是很正常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不会，所以就会从心底产生一种小心谨慎的心，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失败了。原来是这样哦。那我就知道了。所以小莲姐姐就是因为太会做饼干了，觉得自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好，所以就没有去试它加到的到底是盐巴还是糖，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对不对？虽然你这个比喻很贴切啦，可是你不是答应我你要忘掉吗？哎呀，我忘记了。不过这下子总算是让你们2个又都学到一课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千万不可以忘记哦。是，师傅。小莲姐姐，那你可不可以再烤饼干给我吃啊？可以啊，我这一次要血吃，绝对要小心谨慎，让你们吃到超级无敌美味的饼干。十方法界卫视适合全家人观赏。
去武器走！哈哈，嘿，好威风啊！我觉得自己好厉害哦！嘿，雾光，你在干嘛？小林姐姐，我在念咒语啊！我现在觉得会魔法的人很厉害，所以我要变成会魔法的雾光超人。这样的话，我就是天下无敌！哇哈哈哈哈哈哈！雾光，你傻啦！魔法只存在于想象里面啊，现实世界里才没有魔法嘞！哼，你不要骗我，我知道有魔法师，电视里面都有讲，就是真的。好啊，你说有，在哪里啊？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你。就在电视里面嘛，你不会自己去看的。那就是没有嘛。不然我问你，学会魔法以后你要做什么啊？当然就是拯救世界啊，让大家都开心，还有变出很多很多吃不完的巧克力蛋糕。我要变成大家的超级英雄。那你最先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试试看咒语可不可以用啊，所以我会说，小英姐姐你是猪。哈？你干嘛突然骂我啊？你生气呀？然后我就只要说空空遗忘，然后小林姐姐你就会忘记被我骂是猪的事情了。我早就想试试看这个。雾光，你竟然想拿魔法来恶作剧，真是个坏小孩哎呦，反正一下子就忘记了嘛，又没关系，而且魔法超好玩的。我昨天跟王大明还有林阿虎他们啊，就是这样玩游戏的。小林姐姐，你要不要一起玩？真的很好玩哦。我才不要反正啊，你一定要想做那些恶作剧的事情。哎呦，又不会少一块肉。那小林姐姐，你如果有魔法，你会想要干什么？如果我有魔法那我会施魔咒，让全世界的坏人都变成好人，这样啊，不就天下太平了吗？对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还是小林姐姐比较聪明。这样的话，就算是坏人得到魔法也不怕了，因为我只要抢在他面前，先把他变成好人就可以了。如果坏人得到魔法，就会用魔法来做坏事，可是如果是好人得到魔法，就会用魔法做好事，对不对？哇，魔法真的好神奇哦，可以拿来做坏事，也可以拿来做好事。对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因为使用者的心态不同，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方法。所以就算原本是好的东西，到了坏人手上也会变得很危险哦。哇，那坏人是不是其实很厉害啊？可以把好的变成不好的。你在说什么啊？竟然称赞起坏人来了。五光，你不可以学坏人做坏事哦。我才不会耶，我的目标是当超人，才不是当坏人耶。那师父如果有了魔法，会想怎么做呢？师父我知道，长头发吧。悟光，你这家伙竟然开这种玩笑悟光，原来你在这里啊！师父找了你好久。师父，你找我干嘛？我今天没有做坏事哦，我很乖。哎呀，师父什么都还没说呢。对了，你有没有看到小木鱼的棒子呀？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是放到哪里去了呀？师父，在我这里呀，我不小心拿出来玩了。可是它现在是魔法棒，不是木鱼的棒子哦。等我玩完，就是木鱼的棒子。哎呀，你这个调皮小鬼，每次拿了东西又不说，害师父找了半天，真是的。
对不起嘛，师傅，我下次会讲的。你上次也是这样答应师傅的。还有师傅，我下次不会了啦。还有下次啊？没有下次了，我不敢了啦。对了，师傅，如果你有魔法的话，你会用魔法来做什么？如果我有魔法，那我一定会施咒语，让你这个小鬼不要再调皮了。师傅说的对。好呀，师傅。果然是使用者不同，就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呢。同样的东西，经过不同的人，就能变成好东西和坏东西。我想到上次看的故事，有一个员外心血来潮，叫他的仆人上街去买东西，就说：“你带着钱到街上去，帮我买一件你感觉最好的、最善良的东西回来。”这个仆人就照着主人的吩咐上街去了。他在路上走着走着，刚好听到一位和尚正在对一群人说法。他说：“世界上最美好、最善的东西，就是我们一直都有的这个舌头，因为这个舌头能够说出善良的语言。”我记得师傅说过要口出善言，然后小林姐姐说要口吐莲花，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很开心。没错，只要我们带着良善的心，说出正面积极的话语，就能够让听的人感觉心情舒畅。这个仆人也觉得很有道理。确实，世界上没有比好言好语、善言良语来得好的东西了。就像这个和尚所说的，善良的舌头能说真理，能讲佛法，能度众无量。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个舌头回去。主人一看，觉得奇怪，叫他买好的东西，竟然买了舌头回来。但是因为主人要仆人买认为最好的东西，又不能说是仆人的错，所以他又把仆人叫来，并对仆人说：“好，你再带着钱到街上去买最坏的东西回来，我倒要看看你会买什么。”最坏的东西，可是坏人又不能买啊。对了，可不可以买坏掉的东西啊？坏掉的东西也是坏的。坏掉和坏有点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仆人买了什么坏东西回来呢？仆人又到街上去了，然后他又遇到了和尚在说法。和尚说，世界上最坏的莫过于人的邪恶之舌。一个人带着邪心、恶心所讲出来的语言，就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了。仆人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买舌头回去了。主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仆人：“我叫你买最好的东西，你买舌头；我要你买最坏的东西，你也买舌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仆人就把和尚说的话全部讲给主人听。主人听完，当下就顿悟了。所以舌头就跟魔法一样，会因为长在谁的嘴巴里，就会说好跟不好的话了。好像真的是这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善良之舌，而最坏的东西就是邪恶之舌了。善良之舌说真理，说佛法；邪恶之舌搬弄是非，伤人无数。所以一个人要选择让别人快乐或使别人痛苦，就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样是舌头，它之所以为善为恶，差别就在于我们人的心。
拥有善心的人，他所说出来的话语就会是良善的。相对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充满了邪恶，那么他所说出来的话语就不会是什么好话。哦，所以只要我们一直想着好事，就不会说坏话咯。那也不一定啊，人会因为一些贪嗔痴所造成的负面情绪而产生恶的心理，这时候就要看你自己是不是能换个角度想，把这个恶的心给转化，这样就不会说出不好的语言了。但是如果一直走不出来，纠结在恶的负面情绪里，就算你不愿意，你的舌头还是会说出不好的语言，因为你的心并没有得到平静和自在。师父，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说出不好的话呢？你刚刚说的负面情绪，要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又或者忍不住呢？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所以在话说出口之前，要能够再三思考，说出这些话的利弊得失。如果利大于弊，当然就可以选择不说，也就能够避免冲突的发生。所以说啊，做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先想想再行动，就不会因为冲动而做错事，说错话了。啊，说话之前还要再想哦，好像很难呢，师父。如果我一直想，还是想不到了。我又不像小莲姐姐这么聪明。悟光，就像水一样，能够载舟也能覆舟，这就要看操舟这个人的修为了。如果一个人不按水性就驾驶船，那么就有可能会翻船。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在台风的时候去划船，那当然就一定会翻船咯。但是如果经过学习，懂得水性，懂得船性的时候再来驾驶船，自然这个水就能载舟了。而且聪明的人也比较懂得选择一个平静的湖面来划船。我们不是在讲说话吗？为什么变成划船呢？悟光，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用到刀子一样，它能够成为利器，替我们切割食物。木材当然也能够成为凶器，杀人，伤害生命。原本是好的工具，能够改善造福我们的生活，但是同样的刀子如果落入坏人的手中，不就可能变成伤人的武器了吗？这样我就懂了。那我要小心说话，才不会让别人不开心。那悟光，我们去吃巧克力蛋糕吧。耶！这是我活了这么久听到最棒的一句话了。哎，你才6岁，真是的，哼！老和尚与小沙弥播出时间：早上6点半到7点，中午12点半到1点，下午5点半到6点，晚上12点到12点半，凌晨3点半到4点。风之起，菩提树叶淡满地，手拿走走快快扫，我一直
劲风有情，扫地扫地扫心里，心不扫空扫地，心里有如云无言，烦恼犹如在草山，扫地扫地扫心里，心里不扫空扫地，心里有如云无言，烦恼犹如在草山。十方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永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大拨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手执清央擦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低着头，弯着腰，把秧苗一株一株插进田里。每一步的退后并非退步，只要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就是向前了。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美味好料理，健康跟着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今天是哪一位来宾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烹饪料理呢？来欢迎国立餐理大学的副教授涂国成副教授，您好，涂老师。很荣幸，是，来大家交流一下，交流不敢啊，要请那个涂老师来教我们，来跟我们做分享。来，那涂老师今天也带了你的小徒弟，对不对？对。来 ，Michael， 欢迎你。涂老师，我们看哦，你看我刚刚看了这些材料，我突然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其实这个从那个原住民他们在酿那个米酒红梨，红梨它是目前来讲是谷物，还有这些它营养成分很高。那像最近会那么风行，就是在很多米其林餐厅，他把这一道做一个养生的，那就是世界它比像米类、谷类好像就是营养素多了6倍以上。对，是，它的价格也多了6倍吗？价格这一阵子稍微高一点，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未来这个健康的，应该它会到一个层级的价钱。就现在很多食材都比较走向健康风嘛，哈，所以有一些变化。那它一般是用来做汤类吗？它其实可以很多，一般我们来讲当做淀粉类，就我们把它煮饭，煮像白米之类，比如说6比或10比混在里面去煮。那它其实很多品种啊，像我们看有白的这个藜麦，也有红的藜麦，也有台湾这个原生种的红藜，它又更小。那这几种，那在国外它是在智利还有安第斯山那个量产他们的藜麦，所以它现在很多的风味，而且它所带的营养素又不太同，所以我们这个觉得可以，像我们今天用2种混合在一起，很多颜色不同，所以它的营养素它有单一的是对。不太同，有的是青花素，有的是什么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把红色跟白色2个加在一起，就是营养更丰富、更深的。是，那它这个处理方式就是它要洗嘛，跟我们在洗米的。一般我去买到，对不对？像台湾这买到红梨，一般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带壳。它如果没有把那个壳打掉，我们就务必要把它洗那个。像这个买的这个是已经把壳打掉了。这也是打掉了，壳打掉的。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个就，因为它还是有皂素，所以我们在洗的时候，就是务必把那个它的泡沫洗掉之后，它煮起来才不会苦。那其实它有特别的风味了。
那种，但是还是要把它洗干净，那我们再来做烹调，就不会久了他会觉得吃，怎么是苦的？所以你啊，架开扣扣，一般说你之前没有洗干净的意思。也不是没洗干净，就可能没有把它那一层，像很多原住民他们在烫蔬菜或什么，就是要把它清洗干净。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会来做一个。它这个是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在西方那个意大利蔬菜汤，把那个概念呢，像一般会丢通心粉，我们就把那个意大利蔬菜汤的概念，而且它会用很多蔬菜，而且这道菜你可以因应那个不同季节你去做不同的蔬菜，是，比如说它现在有白花菜的时候，你可以加进去，甚至现在有南瓜的时候加进去，所以就是说它不会花很高贵的很高的价钱，但是你可以得到很好的营养，而且它的很丰富，所以是主要的食材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个材料可以自己变化，对不对？其他都可以变化。好。那我们今天还会做一个就是那个罗勒酱，教大家做一个罗勒酱。那我们也可以像这种是罗勒，那你也可以用9层塔。那我们跟起司还有这个松子，去打成一个酱。那这个来炒面或沾面包，其实这个都非常棒。那像我们这个松子有把它烤过，或者你可以用干锅把它炒，都可以。那买来是生的，然后可以先用干锅炒，或者你大量的时候就放在烤箱低温慢慢给它烤。要很久吗？对，不会很久。我们差不多如果150度，差不多在10分钟烤就可以。然后就看烤箱不同，就可以去调整它。那如果是用炒的呢？炒的我们就是先小火，慢慢把它炒，差不多炒到它有点着色了，我们用中火把它炒到着色，其实它就熟了。对，那它的香味就会出来。对，那松子有时候很贵因为我们今天照原创的做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换成你可以换成核桃，对，来做这个罗勒酱。那也可以用，甚至我们之前也有用花生，花生熟了以后加在里面都不错。其实像干果类的都可以来做，那其实也是健康的。对，好。那我们要先从哪一个步骤开始？对，我们今天会先来做这个罗勒酱。做罗勒酱，我们就会把这个清洗干净。那我们让它味道不会那么强烈，所以我们会把它烫过。对，烫过它其实可以，它叶绿素可以保持得更久，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变色。那我们可以大量做很多，去冷冻。那我们要用比如有烤一些面包来抹，其实风味都不错，或者来炒意大利面。那如果我是从冷冻库拿下来的，我要食用，就让它慢慢的放冷藏，慢慢对冰，对就可以了，不用再去处理它。对，不用再处理它，所以是一个很方便，而且觉得它的组合也非常好，跟这个帕玛森乳酪。那我们可以用这种乳酪，也可以用那个乳酪粉来用都可以。好，现在我们就先来烫，那个我们把它烫一烫，烫一下我们再来冰镇。那最传统的方式，他们是用那个去捣碎，捣碎它风味又更增强。那一般我们在家庭可以用调理机来打，其实也很方便。好，我们看一下烫过，它其实变得更绿，所以它打起来就会更好，但它可以保持的比较久。那罗勒酱它的用途很多，像我们今天就会摆在汤里面，增加它的风味。对，好，也可以单独沾着面包吃。对，沾着面包吃。那我们今天这个饭，今天其实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烩蔬菜，如果你汤汁没那么多，这是一个烩蔬菜。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的。当早餐来吃。对，那如果说你当中餐、晚餐的话，就把它变成汤。它其实变化可以很大。好，我们烫过以后就把这个放进去。那我们这边倒上这个油，倒上这个橄榄油。酒的量跟那个罗勒要对，要对。那当然是说，你先知道它基本的
的分量。再来就是你都会这个基本，像我们在学习当中也是那个老师傅他就告诉你要多少的量。那当然未来你知道它原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改你因应你要做什么菜，但是你前面就可能就不能。就不要随意啦，前面可以先知道它大概是要多少，才不会差距太大。那我们再松子，好，那我们可以削一点这个帕玛森胡萝卜进去。那我们当然可以削在汤里上面也是 OK， 也可以。等一下我们看我们的风味那我们把它调一些味道，胡椒盐，胡椒盐，好，白胡椒就好，这个。好，我们刚讲有人也有用那个钵去捣，也可以。好。好，这个就是一个很方便，而且很有味道的一个酱。好，其实很多像我们来做一些海鲜，旁边沾配这个也会不错，或者是素食的，我们的比如杏鲍菇煎一煎来，配这个酱也会不错。或一些烤蔬菜来配这个酱。所以大家打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对，就可以了。好，那这个藜麦我们已经清洗过4、5次哈，所以它待会就可以直接下去煮。好，我们在锅子里面先下一点橄榄油。那西式的炒法会一样样的把蔬菜的味道炒出来，所以它的味道就会很好，散发出它的味道。那它不会全部丢进去一次大火炒，所以它是一样样的把它分次的把它炒哦。所以那大家也不用去记要怎么去炒，我们可以想都说它比较坚硬的我们先炒，最后绿的放到最后炒，这样就以这个概念就 OK 了。好。所以我们看起来目前是红萝卜比较硬的，对。那我们今天就把它炒出它的风味。好，那如果说我们要让它这样好，洋鱼的话，因为怕有时候煮在里面，可以把另外用这一锅来煮，好，就是煮到好的，它的汁也可以倒回去，好，就你要控制。如果说你要让它看起来更美，就是这边去控制，不要全部都丢进去，好。好，再来就是我们继续把这个高丽菜。那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把它炒软，好。那西方人叫做炒到表面蔬菜会出汗，有一点水分，好。那这个蔬菜就会甜，好，它的甜分就炒到有一点水分，它的那个甜味就会出来，对。好，那我们再把这个节瓜，好。老师，我上次有看到那个黄色的节瓜，对，黄的也有，好可爱哦。那这样我不能生吃啊，这种其实它属于茄子科的一种蔬菜，它是跟茄子，它不是像小黄瓜，它不是小黄瓜，对，所以你不能把它当小黄瓜来吃，不能生吃哦，不能生吃，对，要把它炒，而且它经过炒，它的风味会更好。好。我们可以闻到那个蔬菜的香味就出来了，对。那我们今天有用点素高汤，好，素高汤一般我们可以，比如说像玉米啊、高丽菜还是豆芽那些，它都其实用一种那种风味更好。
再加这个芹菜。芹菜就是看你喜欢的程度，有的人会放很多，那我们就跟提味就好。好，我们再把这个红梨我们刚才有讲，如果说你想要做汤，我们的量就可以少一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会接近比较像汤，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当一个主食，其实就可以多一点，这个多一点。好，那这时候我们加上这个素汤。再来一点，好。那煮到什么程度？就这个红梨煮熟的时候，蔬菜差不多熟了。红梨煮熟了，蔬菜差不多熟。对，蔬菜的怎么样叫熟？红梨就说我们可以它这个就像米啊，它已经整个软化，然后它淀粉质膨胀，它就有点像开花那样子，就那我们今天就是会把青酱淋在这个上面。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像这种软的，我们可以最后的丢，不要把它煮到太烂。不要煮到烂。对。好，那这样分开煮的功能就是说，这些蔬菜都因为马铃薯你炒可能会让它碎掉，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煮好，那它的汤汁也不要丢掉，一起进去。一起进来。对，一起进去，那就会看到每个的刀工都会碎掉。那就是好吃，就是煮到它每个看着还是很美，但是不是整个烂掉，那也不要没有熟，好看但是没有熟也不行，对。所以这也算一个技巧，是不是？这就是对，所以它刀工很重要。比如你如果切大小不一，它进去煮的时候，有的烂了，有的烧焦了，有的还没有熟，所以在训练当中，就是基本功，就是你的怎么处理食材，认识食材，然后怎么去使用这个食材，对，都很重要，就环环相扣，对。当然像这一种。其实也很有妈妈的味道，你也可以切得很大块，都让它大块，然后慢慢炖，其实那个蔬菜的甜味就会慢慢出来，就很好吃。你是说那个？对，像我们今天就是说在这个是做的稍微比较有点精致，那说我们在做也可以切很大块，就让一个一个的，但是它的重点就是烹调原理你要了解，慢慢的炒它的甜味出来。切很大来炖，哇，那个也是很好吃。对。那就我今天先做老师教的这种，那我知道怎么做之后，我下次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再对搞一下，换一下。而且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东方也好，西方其实。在很多的前辈祖先，他们都是很珍惜食材。我们就讲像意大利蔬菜汤这个好了，他们像意大利蔬菜汤，他们做了很多的时候，没有吃完。意大利蔬菜汤它里面又放番茄嘛之类的，他没有吃完，他们不会丢掉。对，那他就会再把它打成泥，变成一个蔬菜酱。他们在吃的时候，就是把水分拿干一点，当蔬菜酱来抹法国面包。那再吃不完，它会加一些吐司，把它打成蒜，我们要加在汤里面的一个浓度。那再吃不完，它也会来做成一个，加上一些那个粉类，做成面条。所以就说它到最后，没有浪费的，掉一丁，就跟他们的面包跟我们米一样。我们在东方在吃米的时候，长辈就说你就不能浪费，因为粒粒皆辛苦。是。那西方的面包也是这样，它的面包如果没有吃完，它第二天就可以来做法国吐司，沾蛋跟牛奶。好，第三天还没有吃完呢，他就会把这个吐司来做那个西班牙冷汤。他们在做这个汤的时候，他不用面粉，用吐司加进去打，它会有那种浓稠度。好，第四天还吃不完，还是不能丢掉，它就可以做成布丁，烤布丁面包，就把这个面包放加一些香草来把它烤成那个布丁。那
第5天还吃不完呢，他就可以把它烤成那个做成沙拉，面包沙拉。面包沙拉。第6天还用不完，还不能丢，好，就可以来做像一些凯撒沙拉丢在上面。好，第7天还不能丢。经过1个礼拜还没吃完。第7天没有，就是他们做很大量，就是它不会丢掉。哦，第7天它就可以做成面包粉。我们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珍惜食材了，对。是，太厉害了。那我会不会吃到这个东西？我要算一下，这个是第几天的面包？不会，就是他们的面包，它当然都是保持得很好。好，其实像东西让它不太一样，他们不，我们喜欢吃出炉的嘛，他们喜欢先做好。刚出炉跟你出炉过一下子，那个风味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喜欢吃刚出炉。对，东方人的香气给吸引了。但我觉得各有所好了。对，我觉得各个国家的那个风俗不一样，他们喜欢的那个味道不一样。对，像我们这样大概煮了10几分吧。对，这样煮了15分钟。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大概是有开，而且有裂开了，对不对？白色的呈透明状。对，这样子的。那如果你喜欢吃烂的话，再加5分钟。再加5分钟，好。然后所以它这个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芒薯，芒薯跟那个糖一起倒进去。然后这样就是一个很丰富。那最后呢，比如说你要把番茄加进去，你可以加在这个碗里面。好。如果呈现汤要这个咬过的，它这个就让它呈现我们想要吃一个藜麦的饭，藜麦的饭就比较干一点的，所以我把它做好。我们煮一锅可以做2种吃法，很好吃。最后试一下它的味道。好，我们现在吃的就是会有蔬菜自然的甜味很正的，像我们最后打上那个所以你把它清洗的让其实这个藜麦不太苦，洗干净嘛，要洗干净。你把它煮一下，让它味道。但是里面满满的那个蔬菜哦，对，吃起来就是那个清甜，就是蔬菜本身的气味。没有什么负担。对，有时候譬如这个季节有南瓜，就有点南瓜。南瓜也可以。就可以像那个煮法，不要把它煮到整个烂掉。跟那个可以像煮马铃薯那样。是。这样子，这个是汤，就会把它吃一下。只要多一点汤，它就是汤品。就觉得在弄这个的时候，会弄些面包，另外一个就可以慢慢的料。那这也就是藜麦饭的意思吗？对，藜麦饭的意思。那我们这个藜麦饭我们就可以用荷兰起这上面，其实这个有维他命 C 是上面一点，看它一个是软的，一个番茄是有点口感是硬的，它口感就比较好。那我们可以跟一些牛肉酱，然后再吃。其实就很丰富了。加一点青酱哦，风味就不一样了。好，是什么样？好，我们今天这个藜麦饭跟藜麦汤、蔬菜汤这样子就完成了。健康又营养哦。是哦，可以当一餐，对不对？好。
藜麦蔬菜汤的做法：一、藜麦洗干净，泡水20分钟，蔬菜切丁备用。2、锅中放入橄榄油，依序放入蔬菜，炒到金黄色。3、倒入蔬菜高汤以及藜麦，小火慢煮，到蔬菜和藜麦成熟后调味。4、罗勒酱的做法：将罗勒叶、松子、乳酪粉以及橄榄油放入食物调理机打成酱汁即可。5、汤碗预热，倒入煮好的藜麦蔬菜汤，最后再淋上罗勒酱。好，我们今天这个算是，因为我今天把这样当一餐 OK， 对不对？对，就抓个面包，也许换个馒头也不错。对，这就是那个不同的风情。我把这个当饭，然后喝点汤，再不够就吃点面包。面包，哎，你可以加个馒头，这个创意馒头。这个沾这个馒头抹青酱，好，那青酱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嘛，多做一点，甚至改天会再炒面，用这个青酱来炒面，它是一个意大利的那个罗勒面，是，好，今天很高兴的那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料理啊，也带了你的那个学生过来，谢谢你 Michael。那我们下次呢，我们再要欢迎老师你来教我们做在其他的不同的料理，好不好？好的，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健康最重要。好，今天感谢您的收看喽，我们再会了。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名源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报拨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微信经过想要病死，无穷的无声音字，我突围才成足坏空，如梦如幻如电影如影，翻身幻灭的抱歉。相锁着三千大千世界，万法唯心所照，妄想信念生出一面，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我想人生中身上受真相，地狱中像是民族佛，万生三千大千世界，万法唯心所照。十方法界卫视开播1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随缘吧，菩萨
感慨岁月过。一切永为法，如梦幻加把自己的心，总是有奇怪。感谢你，心情满满的快。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吱吱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户池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法音片十方，人心净化唱好歌。各位观众好，我是李维汉，欢迎收看十方好歌大家唱。人之所以会迷失，是因为执着，造成执着的原因就是因为贪爱，因为贪爱成痴，由于这些因素的牵扯，导致迷失了自己。当我们迷路的时候，在过去没有导航的时候，我们会去问路，请别人来指点方向。当我们人迷失了自己，谁来指点我们方向呢？醒悟如果要靠自觉，就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反省能力，或是遇到重大挫折来点醒自己。如果无法自觉，就需要有善知识的引导，而善知识是可遇不可求。如果不广结善缘，又怎么会有善知识的指引呢？用自觉的首要方法，接触佛法是不错的选择，让我们在佛法指引下觉悟自省。如果还在摸索的话，就如同在迷路一般失去了方向。迷路是掉入深渊，无法自拔。所求层层苦，似梦似幻还似无数生死似无数苦，朝朝暮暮，月下所爱皆苦，只多至少心就死，月台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我心在哭，因为你。
生死，似无疏忽，朝朝暮暮。天下所爱，爱皆苦，只我至少心就死。日月潭，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我心在乎，因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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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层层苦，似梦似幻还似无数生死，似无数朝朝暮暮。天下所爱，爱皆苦，我至少心就死。日月潭，今夕谁懂？残花寒风对空，残花寒风对空。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重恩中的父母恩最大，胎儿是父亲母血结合而成，经由母体孕育生长才得以出世到人间。母恩浩大，是为人子女无法报答的。不过呢，母亲的欲望很少，时时的关心问候，终老时的陪伴，这让母亲就能够满足了。不过在佛陀眼里，认为这只是小孝的表现。那大孝要如何的表示呢？要彰显父母，要以父母为荣，还要引导父母行善，把功德回向给父母，才是大孝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母恩》。
点，千年岁不尽。只欲养的亲不在，这是为人子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而遗憾可以说是最大的惩罚。我们一生中常常在做后悔的事，却一直在弥补遗憾。而孝顺父母的遗憾，往往是在父母生病或是病危，或者是已经过世了才要弥补，这都是为时已晚。忏悔是可以消除业障，不过遗憾所形成的业障是很难用忏悔来消除的。它是会根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久久无法脱离。在监狱中常常听到受刑人忏悔对父母的不孝，做出让父母担心失望的事。在医院也常听到面对临终的父母哭嚎忏悔着自己的不孝，这都是事先告诉我们做子女的要约好爱看葬。
信你是风中的蜡烛。然后阿爸轻轻说：“的确，爸爸像是家中的支柱，是子女的靠山，当然也是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在不拘不取时代里，常常教育男生要有承担，不可以软弱，不可以哭。所以有句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过去农业时代，男生都是要继承家业。”因此所受的教育最多，当然寄望也就相当大。父亲过去所受的教育，就会影响到家中男丁的未来。如果家中有男丁，往往长女就会当男生来养，不理他更多的责任。阿爸亲请说过的话，像是像军令一般，如雷贯耳，不敢遗忘。您是否还记得父亲的叮咛吗？来欣赏这首《阿爸供给位》。细汉的同时。
路来往事，到头这时阵，阿爸甲阮来讲，你来这出所吃甲天的心，总是对起我心爱情，放开那勇敢，需要阿爸甲阮提醒。那个会掉，那年跑到我一天，需要温柔甲平和，情人是彼此，平平安安就是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若想你的经验着阮，心肝拢会酸，因为常常想着你。阿爸讲过话，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轻放伫脑海，你做的一切，拢是为我好。你甲定定需要阿爸甲阮提醒，厝若搁会掉，脚也跑到我一趟，需要温柔甲平和路，情人是彼此，平平安安就是好。阿爸讲话，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若想你的经验着阮，心肝拢会酸，因为常常想着你。阿爸讲过话，一句一句拢放阮的心肝底，轻轻放伫脑海，你做的一切，拢是为我好。希望今天的安排你会喜欢。好歌传唱不嫌多，共成佛道利众生。天下善人齐相聚，十方诸歌唱不停。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十方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
是供养，能让法音永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划拨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感恩天地，感恩人生，感恩众生，感恩无尽的开源。无数寒冬，放弃生活真人，历经人生万种种，冲到哪里一无所有，空才能去感恩。命运无情，来当冷酷考验，放弃错误叫什么？总在失去才懂珍惜，一切能恩怀疑。感恩天地，感恩人生，众生，无尽的开源。无数寒冬，放弃生活真人，历经人生万种种。十方法界卫视开播1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以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再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2波的活动，13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随缘吧，粗茶淡饭随缘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感谢你，深情满满的关。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枝枝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节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
怎么办呀？死定了！我怎么跟小莲姐姐说啦？哎呀，李阿虎很烦的。如果他们以后结婚怎么办？完蛋了！小朋友想起来了，可是要是被李阿虎知道我没给的话，他一定会超级生气，然后把我的妖怪手表抢走了。好烦啊！都是小莲姐姐，讨厌！不光，小莲姐姐，你怎么会来呀？你在说什么啊？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对哦，我才觉得奇怪有话不能在大殿说，一定要躲到这里来吗？到底是什么事情啦？那个就是，你觉得林阿虎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你在说什么啦？就是你觉得林阿虎长得怎么样啊？然后他这个人怎么样啊？你觉得他好吗？你突然没头没脑的问什么啦？那个你会跟他结婚吗？结婚？我跟他又不熟，结什么婚啊？悟光，你再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就真的要生气咯。还不都是你害的？人家都写情书来了，都是你呀！哎呀，害我这么烦恼。情书？什么情书啊？给我看。今天放学的时候，李阿虎塞给我的，还说一定要给你。我看看哦。小莲姐姐你好，我是乌光的朋友，我叫林阿虎。昨天去找乌光玩，吃到你做的咸饼干，而且还拿了你送的水果糖。我妈妈叫我一定要谢谢你照顾我们，谢谢你的饼干跟糖果，林阿虎敬上。真是个好孩子竟然写信来道谢。乌光，这封信有什么问题吗？没了吗？不是情书吗？你想太多了啦，小笨蛋，根本就没有什么情书。你很夸张乱误会还乱猜测，真是的，害我被你骂得莫名其妙好险哦！我还想说，万一你跟林阿虎结婚，那我要怎么面对他嘞？面你个头啦！真是的，才不会怎么样我反而还要谢谢他，不嫌弃我的饼干，还吃得这么开心，现在还写信来道谢，我真是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没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你又不是故意的，而且是我们自己没问就吃掉的没关系啦，小林姐姐，我们不会生气的。而且小林姐姐，你给我们吃的水果糖好好吃哦，王大明跟林阿虎都很开心啊，而且他们还说下次想要再吃你做的饼干。真的吗？听你这样说，我好开心啊。那有什么问题？下次我再烤给你们吃哦。这一次不要再放盐巴了。不会了啦，我下次一定会小心一点，我会先尝过调味料的味道再加，一定不会再弄错了。悟光、小莲，你们两个偷偷摸摸在这里讲什么呀？我看悟光好像很慌张的样子，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师父，昨天我错把盐巴当成糖，就烤了一盒咸饼干，结果不小心被悟光他们吃到了，我就送他们一人一包水果糖表示歉意，结果悟光的同学就特地写信来道谢，悟光还误会是情书，一个人不知道在乱担心什么嘞，真是的。我不是故意的啦，谁叫林阿虎拿给我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害羞的样子啊。我猜人家根本什么都没想，
是你想太多了。悟光，你不要给人家乱点鸳鸯谱。不过咸饼干是什么？就是啊，我本来要烤饼干的，结果不小心就把盐错当成糖，就把饼干烤坏啦。我本来把它先放在橱柜里，再拿去丢的，结果啊就被悟光他们拿去吃，超丢脸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才又送水果糖给他们。我下次真的不会再弄错了啦。真的是很糗欸，拜托你们都快点忘记这件事情啦。小人姐姐，你也有失败的时候啊。小林，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对拿手的事情很有自信，所以反而就会因为疏忽大意就造成错误，所以这很正常，你不需要觉得丢脸，下次谨慎一点就好了。可是我真的很在意嘛，因为我从来没有烤饼干失败过啊，这样根本就跟那个拿雨伞还淋湿的和尚一样了嘛，超糗的。谁淋湿啊？小莲说的是一个叫做3个和尚出门去的故事。你们也偷藏故事不告诉我，我也想知道啊。好，那我告诉你，你就把我的咸饼干忘掉。咸什么？小人姐姐，你在说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懂。好啦，算你通过。那我要开始说咯。以前有3个云游的和尚，他们在出门的时候都准备了一些东西。第一个和尚怕下雨，就带了一把伞。第二个和尚怕跌倒，就拿了一根拐杖。可是第3个和尚却什么都没有拿。然后他们就各自出发了。师父每次出门都只会拿一个钵，如果是我的话，就会带超人披风。又不是去做什么，一个钵就够了。真像师父的作风欸。结果晚上3个和尚回到寺院的时候，拿伞的和尚淋得全身是水，拿拐杖的和尚满身是伤，第3个和尚却安然无恙。第一个和尚就问：你怎么会没有事呢？第3个和尚就问第一个拿伞的和尚说：那你为什么会淋湿而没有摔伤呢？拿伞的和尚回答：当大雨来的时候，我因为有伞，就大胆的在雨中走，却不知道为什么淋湿了。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我因为没有拐杖，所以就走得很仔细，就挑平稳的地方走，所以才没有摔伤。难怪哦。那拿拐杖的那个和尚嘞？第3个和尚就问拿拐杖的和尚：你为什么没有淋湿却摔伤了呢？拿拐杖的和尚回答：大雨来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伞，所以我就挑可以遮雨的地方走，所以没有淋湿啊。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我就用拐杖拄着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摔跤。好奇怪哦，有带伞可是淋湿了，有拐杖还跌倒，为什么？就像小莲做饼干一样啊，是因为疏忽了。对啦。第3个和尚就笑着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拿伞的淋湿了，拿拐杖的跌伤了，而我却安然无恙的原因。遇到大雨，我就躲着走，路不好走，我就细心走，所以呢，我没有淋湿，也没有跌倒。你们的失误就在于你们有凭借的优势，认为有了优势便少了忧患。我听不懂哎。悟光，
很多时候我们会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擅长，反而是因为太擅长了，所以就过分自信，导致忽略掉该注意的细节，所以才会导致失败。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自己不会的地方失败，反而会在自己会的地方失败。为什么？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啊！不会的话，失败很正常吧？是很正常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不会，所以就会从心底产生一种小心谨慎的心，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失败了。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就知道了。所以小燕姐姐就是因为太会做饼干了，觉得自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好，所以就没有去吃它加到的到底是盐巴还是糖，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对不对？虽然你这个比喻很贴切啦，可是你不是答应我你要忘掉吗？哎呀，我忘记了。不过这下子总算是让你们两个又都学到一课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千万不可以忘记哟。是，师傅。小燕姐姐，那你可不可以再烤饼干给我吃啊？可以啊，我这一次要血耻，绝对要小心谨慎，让你们吃到超级无敌美味的饼干。十方法界卫士适合全家人观赏。去武器走！哈哈，好威风啊！我觉得自己好厉害哦！嘿，悟光，你在干嘛？小燕姐姐，我在念咒语啊！我现在觉得会魔法的人很厉害，所以我要变成会魔法的悟光超人。这样的话，我就是天下无敌！哇哈哈哈哈哈哈！悟光，你傻啦！魔法只存在于想象里面啊，现实世界里才没有魔法嘞！你不要骗我，我知道有魔法师，电视里面都有讲，就是真的。好啊，你说有，在哪里啊？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你。就在电视里面嘛，你不会自己去看的。那就是没有嘛。不然我问你，学会魔法以后你要做什么啊？当然就是拯救世界啊，让大家都开心，还有变出很多很多吃不完的巧克力蛋糕。我要变成大家的超级英雄。那你最先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试试看咒语可不可以用啊，所以我会说，小英姐姐你是猪。你干嘛突然骂我啊？你生气了，然后我就只要说空空遗忘，然后小英姐姐你就会忘记被我骂是猪的事情了。我早就想试试看这个。悟光，你竟然想拿魔法来恶作剧，真是个坏小孩哎呦，反正一下子就忘记了嘛，又没关系，而且魔法超好玩的。我昨天跟王大明还有林阿虎他们啊，就是这样玩游戏的。小英姐姐，你要不要一起玩？真的很好玩哦。我才不要嘞！反正啊，你一定又想做那些恶作剧的事情。哎呦，又不会少一块肉。那小恩姐姐，你如果有魔法，你会想要干什么？如果我有魔法
那我会施魔咒，让全世界的坏人都变成好人，这样啊，不就天下太平了吗？对哦，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还是小林姐姐比较聪明，呵呵。哼，这样的话，就算是坏人得到魔法也不怕了，因为我只要抢在他面前，先把他变成好人就可以了。如果坏人得到魔法，就会用魔法来做坏事，可是如果是好人得到魔法，就会用魔法做好事，对不对？哇，魔法真的好神奇哦，可以拿来做坏事，也可以拿来做好事。对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因为使用者的心态不同，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方法。所以就算原本是好的东西，到了坏人手上也会变得很危险哦。哇，那坏人是不是其实很厉害啊？可以把好的变成不好的？哼，你在说什么啊？竟然称赞起坏人来了！五光，你不可以学坏人做坏事哦。我才不会耶，我的目标是当超人，才不是当坏人耶。那师父如果有了魔法，会想怎么做呢？师父啊，我知道，长头发吧。哎，悟光，你这家伙竟然开这种玩笑哎！悟光，原来你在这里啊！师父找了你好久。师父，你找我干嘛？我今天没有做坏事哦，我很乖。哎呀，师父什么都还没说呢。对了，你有没有看到小木鱼的棒子呀？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是放到哪里去了呀？师父，在我这里呀，我不小心拿出来玩了。可是它现在是魔法棒，不是木鱼的棒子哦。等我玩完，就是木鱼的棒子。哎呀，你这个调皮小鬼，每次拿了东西又不说，害师傅找了半天，真是的。对不起嘛，师傅，我下次会讲的。你上次也是这样答应师傅的。哎呦，师傅，我下次不会了啦。还有下次啊？没有下次了，我不敢了啦。对了，师傅，如果你有魔法的话，你会用魔法来做什么？如果我有魔法，那我一定会吸咒语，让你这个小鬼不要再调皮了。师傅说的对。好呀，师傅。果然是使用者不同，就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呢。同样的东西，经过不同的人，就能变成好东西和坏东西。我想到上次看的故事，有一个员外心血来潮，叫他的仆人上街去买东西，就说：“你带着钱到街上去，帮我买一件你感觉最好的、最善良的东西回来。”这个仆人就照着主人的吩咐上街去了。他在路上走着走着，刚好听到一位和尚正在对一群人说法。他说：“世界上最美好、最善的东西，就是我们一直都有的这个舌头，因为这个舌头能够说出善良的语言。”我记得师父说过要口出善言，然后小林姐姐说要口吐莲花，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很开心。没错，只要我们带着良善的心，说出正面积极的话语，就能够让听的人感觉心情舒畅。这个仆人也觉得很有道理。确实，世界上没有比好言好语、善言良语来得好的东西了。就像这个和尚所说的，善良的舌头能说真理，能讲佛法，能度众无量。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个舌头回去。
主人一看，觉得奇怪，叫他买好的东西，竟然买了石头回来。但是因为主人要仆人买认为最好的东西，又不能说是仆人的错，所以他又把仆人叫来，并对仆人说：好，你再带着钱到街上去买最坏的东西回来，我倒要看看你会买什么。最坏的东西，可是坏人又不能买。对了，可不可以买坏掉的东西啊？坏掉的东西也是坏的。坏掉和坏有点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仆人买了什么坏东西回来呢？仆人又到街上去了，然后他又遇到了和尚在说法。和尚说，世界上最坏的莫过于人的邪恶之舌。一个人带着邪心恶心所讲出来的语言，就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了。仆人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买舌头回去了。主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仆人：我叫你买最好的东西，你买舌头；我要你买最坏的东西，你也买舌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仆人就把和尚说的话全部讲给主人听。主人听完，当下就顿悟了。所以舌头就跟魔法一样，会因为长在谁的嘴巴里，就会说好跟不好的话了。好像真的是这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善良之舌，而最坏的东西就是邪恶之舌了。善良之舌说真理，说佛法；邪恶之舌搬弄是非，伤人无数。所以一个人要选择让别人快乐或使别人痛苦，就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样是舌头，它之所以为善为恶，差别就在于我们人的心。拥有善心的人，他所说出来的话语就会是良善的。相对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充满了邪恶，那么他所说出来的话语就不会是什么好话。所以只要我们一直想着好事，就不会说坏话咯。那也不一定啊。人会因为一些贪嗔痴所造成的负面情绪而产生恶的心理，这时候就要看你自己是不是能换个角度想，把这个恶的心给转化，这样就不会说出不好的语言了。但是如果一直走不出来，纠结在恶的负面情绪里，就算你不愿意，你的舌头还是会说出不好的语言，因为你的心并没有得到平静和自在。师父，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说出不好的话呢？你刚刚说的负面情绪，要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又或者忍不住呢？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所以在话说出口之前，要能够再三思考，说出这些话的利弊得失。如果利大于弊，当然就可以选择不说，也就能够避免冲突的发生。所以说啊，做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先想想再行动，就不会因为冲动而做错事，说错话了。说话之前还要再想了，好像很难呢，师父。如果我一直想，还是想不到嘞。我又不像小莲姐姐这么聪明。悟光，就像水一样，能够载舟也能覆舟，这就要看操舟这个人的修为了。
如果一个人不按水性就驾驶船，那么就有可能会翻船。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在台风的时候去划船，那当然就一定会翻船咯。但是如果经过学习，懂得水性，懂得船性的时候再来驾驶船，自然这个水就能载舟了。而且聪明的人也比较懂得选择一个平静的湖面来划船。我们不是在讲说话吗？为什么变成划船呢？木瓜，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用到刀子一样，它能够成为利器，替我们切割食物。木材当然也能够成为凶器，杀人，伤害生命。原本是好的工具，能够改善造福我们的生活，但是同样的刀子如果落入坏人的手中，不就可能变成伤人的武器了吗？这样我就懂了。那我要小心说话，才不会让别人不开心。那乌瓜，我们去吃巧克力蛋糕吧。耶！这是我活了这么久听到最棒的一句话了。你才6岁真是的，哼！老和尚与小沙弥播出时间：早上6点半到7点，中午12点半到1点，下午5点半到6点，晚上12点到12点半，凌晨3点半到4点。风吹起，遍地树叶掉满地，说那走走快快散，我们已经风有情，在心里，神菩萨快扫地，心里有如云无天，烦恼犹如在草山，扫心里，心里菩萨快扫地，心里有如云无天，烦恼犹如在草山。十方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源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报拨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手执青秧擦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低着头，弯着腰，把秧苗一株一株插进田里。每一步的退后并非退步，只要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就是向前了。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
个人来到世间都是本性善良的，由于社会的污染，所以让人心产生种种的贪嗔痴的心出来。一个人如果能够善良的心发挥出来，那自己修行呢，或是做人处事呢，就会得到上天的扶持以及上天的保佑。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呢，就会执着在个人的利益上面，就像现代的社会一样，到处都呈现了贪嗔痴的心，甚至于呢执着的心，只有自己的是对的，别人都完全错误的。那么在这个人世间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客观的这个个人呢，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都没有一个利益的观念。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社会就像对于我们的生命是同样的，是一个互相息息相关的，互相是生命是在一起的。你的生命跟整个社会是息息相关的，而会走向偏颇的路，由于是整个利益的诱惑，所以让你的心产生了种种的偏颇，对于所有的众生以及你自己的心呢，产生种种的嗔心。所以呢，嗔心就是火烧功德林。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慈悲心，那嗔心就会起来。这个慈悲心呢，就是社会上所讲的爱心。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的爱心呢扩大到整个社会上面，这样子你对整个社会才会产生了一个责任感。我们的生命是同体的，甚至于一个学佛的人，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甚至于呢所有的有形众生也好，无形众生也好，甚至于呢植物、矿物，都要用爱心来对待。如此呢，你才会觉得你的生命过得真正有意义。前一阵子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则这个短片，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你要养颜美容，甚至于你身体要健康，就是要有爱心。有爱心了以后，会让你的人感觉很快乐，自然你就会年轻。你感觉到有爱心，你会对整个社会就会感觉欢喜，甚至于感恩的心。这个爱心呢，是让我们每一个生命呢是个源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的话，过度的执着在个人的利益上面的话，那你会过得很不快乐、不自在，甚至于呢，上天也不会保佑你。这个就是一个爱心呢，龙天护法，甚至呢，诸佛菩萨都会护佑你，让你呢生命的能量，也就是生命的正能量呢，扩散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那这个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正能量一旦起来了以后，所有的百姓呢，所有的众生呢，自然会过得很快乐，甚至于呢，这些天灾人祸会减少。修行的人认为，
来到人世间就是要有愿力。没有修行的人认为来到人世间是来做一些，比如赚钱、做大事业，甚至有的人想要做一些慈善的事业。一个人的愿力呢，他本来与生就具足的。那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愿力、我们的心量打开来呢？也就是你这一辈子来的目的是在哪里？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愿力要如何把它达成。修行的人呢，如果修行都以名利为主，以贪心为主的话，修行绝对不会成功的。就像去年我们僧团去到九华山跟普陀山，那拜庙的人非常的多，尤其呢我们整个团体经过了九华山的时候呢，地藏王菩萨就告诉我们，众生都是有所求的，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太少了，都是在求个人的贪嗔痴的心要如何解决。尤其呢贪念的心呢非常的重，每一个人都想要赚钱，每一个人都在求五子登科，这样子佛法等于就是偏离掉了。真正的佛法是告诉我们，你会要放下一切的贪嗔痴。真正的佛法是要你了脱生死，而不是在人世间有所追求。这个追求是真正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有所贡献的这个求，才是真正的求。这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修行呢，不一定离开红尘，而是在红尘里面觉悟的，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呢的源头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忘记了社会，忘记了父母的恩德，以及教育我们的师长，以及所有给我们福报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我们要把众生、佛恩、父母恩，还有众生恩都要报，这样子你在人世间你才会过得快乐自在。由于你懂得感恩，你才会懂得你生命的来源，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才不会偏离到另外一个思想里面去。所以真正的佛法呢，是告诉我们正知、正见、正思维的。我们不能让这些偏离的思想把我们的心灵给占据了，不能让社会的一些观感、不好的观感呢带着走。尤其很多的这个社会对于宗教的观感以及修行的观感呢，都有所偏离掉了。真正的一个修行的人，真正的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他会了解他的命是来自于佛方，他更会用自己的生命呢去报答所有的他来的源头，也就是懂得去感恩所有法界给我们的一切。这就是说，
你要懂得来自于何方，去诸于何处。这样的话，你就会了解生命来到这个世间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参悟的就是说，你准备在这里呢住多久？我们的生命可以有自己控制。生命呢有两个层次可以谈，一个就是我们的肉身，一个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祖师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健康的肉身，就没有办法修出法身来。所以肉身跟法身呢是息息相关的。你的生命要多久，你才有办法修出正果来，也就是修出你的法身来，不在这个轮回啊。这个是真正我们要了解，你在人世间你要住了多久，你是否对这个肉身有很用心的保护它。而我们修行的人对于肉身的保护，不是在于吃喝玩乐，而是让我们的精神跟物质同时要提升上来。虽然这个肉身呢，它是一个臭皮囊，但是没有这个臭皮囊，还是没有办法了脱生死的，还是会轮回的。真正的轮回不是肉体在轮回，是我们的心灵在轮回。所以当你的肉身跟整个法身提升上来的以后，你的肉身就会健康，你的法身更是提升了道行。所以这个肉身跟法身呢，由你决定要把它留在这个人世间多久，由你做决定。我们不能把这个肉身呢拿来造业。如果把肉身拿来造业，当然这个肉身扛不住这些业力了以后呢，肉身就会离开了。有很多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呢拿肉身来造很多的业，而不是拿肉身来修行成佛的。记得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人生难得。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这个人生难得，是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个肉身保护好，才能证法身。记得当初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苦修6年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吃，所以呢这个身体呢已经很弱了。所以呢他到了河边清洗了以下了以后，牧羊女供养的他的牛奶，喝了这一杯牛奶，再去菩提树下参悟了以后，就悟证了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可见这个肉身对于我们证道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不能执着在这个肉身上面
最主要的是要我们的这个肉身呢很清净、很健康的，才有办法修出我们的戒定慧。肉身跟法身是同体的，如果你要证道，你肉身要清净，你的念头更要清净，身口意都是要清净，互相的配合的，才有办法真正得到身心健康、身心和谐，达到身心一如的境界。人生无常，生命的去留，你能够决定吗？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修行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而修行呢，是要从心去修，而不是从肉身跟外相在修行。我们人呢，往往造了很多的业呢，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身口意而产生的业力，而这些业力呢，就会让你的身体呢消耗了能量，能量消耗掉了以后，你的身体就会不健康，不健康就会生病，甚至于呢，我们的起心动念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产生的病变。现在社会上很多癌症，很多重病，而这些病呢，根源研究出来，应该是人的心理的问题。我们人不断给我们的肉身，不断的给我们的细胞压力，不断的给我们细胞不快乐，甚至于呢贪求的很多，这些呢其实造成我们身体的细胞的病变主因。前一阵子呢，我看到网络曾经说过，其实要治疗癌症不困难，要从你的心理开始治疗。你的心理健康、快乐、自在，你的肉身的癌症呢，自然慢慢可以消除，甚至呢可以慢慢的健康起来。可见呢，心理跟生理的健康，它是同时存在的。如果心理跟生理同时健康的话，那你要留在这个人世间多久，你是可以掌控的。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实际上他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的。生命不是由别人帮你决定，而是由你自己在决定的。所以你要留在人世间多久呢？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当你身边的同事操劳而爆肝而亡，你有什么把握活得多久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生理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呢，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因为过度的劳碌工作呢过度的劳碌，甚至于现在年轻人呢，晚上不睡觉，都是在打电动，甚至于台湾的夜店特别的多。这样子身体如何健康呢？对于我们所有的内脏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的健康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周遭环境给我们的贪嗔痴。而要离开这一些
摆脱这些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你要了解你生命的意义究竟要得到多少，做了多少，让你的生命过得真正的有意义吗？由你自己来决定。再来就是说，当一个生命的长短以生命的意义呢，哪一个才是我们的追求？很多人认为我每天都在工作，我每天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为这个社会服务。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你的生命虽然是在为社会服务，但是你真正的生命的价值观念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所谓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就是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对于你的生命是否真正的了解？负担管理的话，你就要承担每个人的工作做得好不好，那些都会直接影响你当天的心情或情绪。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一直在处在比较紧绷的情绪上，也许还没有到崩溃，但是那种感觉会让你身体不太舒服。我其实觉得我的运动并没有增加太多，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也许是心病了，所以我比较不容易还是处于紧绷的状态。就是回家之后，我也许修个拜忏或者是念九字禅，那我当天晚上就可以非常安稳的入眠，然后也许隔天起来那种紧绷感，老实说已经好久一阵子不曾出现。我觉得应该最主要是我身体上跟心理上是同时得到放松，所以我才会让身体处于一个完全休息的状态。那否则要单靠运动的话，感觉是只有身体上的放松，其实心情可能还是在非常紧张紧绷的状态。那透过修拜忏文，还有九字禅，还有练动禅这些方面的话，我自己觉得这些整个做下来是能够让身心灵同时都达到放松。其实我每次拜忏拜到最后，基本上已经不晓得是入定还是睡了，但是其实那个状态会让人可以马上很快的就入睡了。也许是在睡觉前的心都还是很乱的，就是可能下班之后心情很混乱，而透过这样子的拜忏跟念九字禅，会让自己的心就很快的定下来。那也许在睡眠品质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帮助。会觉得宇宙中难道只有物质，没有一些是只能你眼睛看到它才能相信它存在吗？还是你眼睛看不到它其实也存在，只是你看不到？对，所以以前可能是学科学关系，所以对这方面会还蛮去想它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会有东西是我看不到，但是它其实是存在的。对，那后来在某一次的上课当中听到种种师前就分享类似的想法，之后我才觉得说，好像人其实有可能是存在一个是一种能量，而不是用物质的方式去存在。对，只是因为你现在的肉眼跟现在的科学也许只能判断物质的东西。
对，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嘛。佛圣宗初断和谐功，目的在吸收天地之间能量，和谐体内经络气脉，锻炼身体各部组织、五官、四肢和内脏机能，将身体练得和谐柔软。护正法送好歌，十方之歌受到广大回响。现在推出第二波送好歌活动，13首经典好歌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CD一片。随缘吧，粗茶淡饭随缘过。一切有为法，如梦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每一首歌都触动人心，值得您品味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山姜的花洗发精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洗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825，0722318825。接着，我们来听听仁波切的开示。
是乐滚天津，欢迎收看《三更传奇》。大手印，日月之光，关照空性。首先要在禅定之中来观察心，心为何物？心长什么样子？有多大？有多小？心住在什么地方？平时我们向外寻求，也就是我们平常的心啊，都是对外追求的，追求我们想看到的，想听到的，想触摸的。偶尔我们也会沉思，而沉思的时候，我们也在追求念头，追求思想，所思所想。佛陀告诉我们，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皆应当保持寂静。寂静才是心的本然，但要找到寂静之前，必须要先观察心，能够找到心，也才能够找到寂静。有一位大成就者啊，他就示现了乞丐啊，曾经是无赖啊，到处呢去乞讨，去要东西啊。认识他的人，或是说因缘具足的人啊，知道啊，这是一位大师，所以就很乐意的供养。也许你会反问啊，那既然他是大成就者，为什么他不自己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四处的去乞讨？那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位大成就者借着四处乞讨，令众人与他结下一个善缘，这是大师的本意。有一天呢，这位大师就上了酒楼啊，去化缘。还跟老板说啊，给我上等的酒拿一壶来。打了没两下，就喝光了。我再来一壶，就连续喝啊，喝到这家店的酒啊，差不多要被喝光了。这个老板急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呐？你要不要付我钱呐？啊，都付啊！这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就付你钱。啊，那是讲真的吗？一看到那太阳快下山了，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就是酒店老板就很心不甘情不愿说，这是我店里面最后一瓶了，你喝完就要付我钱。他说没有，太阳下山我再付你钱。这个就这样子啊，一来一往啊，时间过了好久。理当啊，现在应该是晚上的时候啦，那怎么太阳还不见露下山头呢？这时候啊，全镇上的人啊，大家都慌了，因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正常的工作这种时间啊，突然之间打乱了，天不暗呐。这时候呢，要天暗才回家的人，就处在啊田中啊。那个天暗才煮饭的人，这时候到底要不要生柴火啊？
于是这个整个城镇里面啊，就沸沸腾腾的。这时候有卫兵啊，就跟城主讲啊，当时的城主的国王啊，国王说啊，现在我们国家的老百姓啊，通通不知道怎么办啊，太阳不下山啊。这时候国王一听啊，心里面有谱了，他说啊，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去给我找某某人，看他现在在哪里。然后有人就来通报，然后他在某一家，在那一家那个酒店喝酒啊，他说啊，要太阳下山之后他才要付钱啊，国王就带着钱啊，就去了。跟他说，大师啊，你能够令日不落啊，但百姓啊总该休息呀。好了，我帮你付钱，你让太阳下去吧，就把钱付一付啊，嘣一下子乌漆嘛黑了啊，晚上了。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是说一位 yogi 有大瑜伽师，已经证得空性，已经可以调伏内在五大，他就有能力来调伏外在五大，指着太阳不可以落下啊。也许你会说这是幻术，但是幻术呢是魔术，对成就者来讲，还是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能够超越三世，也就是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超越三世者，不可说实有或不实有。这里的实有跟不实有啊，指的是指啊永恒跟非永恒。超越三十，不可以说啊何者为永恒，何者为非永恒。因为超越三世者，超越实有不实有。能够超越了三世啊，就是超越了永恒与非永恒。我们对永恒的认知是说不变，可是我们一生的生命必然有限。如果能够以有限的生命来看待永恒了，所以往往永恒就很容易变成是一种理想，一种理想的境界。但永恒对成就者来说啊，是超越了理想与非理想，也就是它超越了现实与非现实。确确实实有人禅定，这一定啊1000年。这呢不是小说，这是啊事实的一种。但你要说这是事实嘛，1000年也许对当事者来说一念之间而已啊。对他呢，他不受制于30的约束。况且30时间的概念是在每个人的认知啊，每种物种的认知对时间的概念都不同。你说一生人的一生100年，但人对虫蚁来说，他的一生呢只不过数日。你说过去、现在、未来。这30，但这30同样在地球上，它同一个时间都发生了。遑论是浩瀚无尽的宇宙啊！所以我们在佛经上会看到说一顷碧啊，这一顷碧的时间，天神从天界到人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刹那，他就从天界来到了人间。要到他方世界去，
也是啊，一弹指，他就到了他方世界。但是这些呢，所指的啊，都是心，清净的心。慈善基金会计划在全国山坡地与海边造林地，造林目标100万棵，期盼透过分期逐年的植栽规划，汇聚政府与民间力量，以植栽活动改善环境，爱护生命，共同为国土保安、环境保育、生态永续的目标努力。2017年3月。首次造林活动，邀请您一起参加。让我们一同种下永恒的希望，让大地成为万物长养慧命的殿堂，让参与植栽体现菩萨护生的行为，化为疗愈有情的泉源。种树爱地球，你我皆欢喜。在顶记宝经中，佛说寻自心，就找寻自己的心，不可见于内。要找寻自己的心啊，你不能够啊，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呢看得到，不可见于外，在身体之外也遍寻不得。不可见于中间，在内外中间也是没有，找不到心的。不可见于五蕴、12入、18界，不可见于彼其中。在五蕴色受想行识，12入六根识，18界色声香味触法。这意思就是说在轮回之中，究竟找不到有心的足迹。这样子说，有一点粗鲁了。轮回来自于无明，而当心充满无明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见到心的实相。这样子说会比较合乎，比较容易理解。那既然说在轮回之中，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心，那要何处寻找啊？如果心是由我们的所知而产生，那么所知为何啊？如果心是我们的能知所知所产生，那么能所为何啊？能知是什么？所知又是什么？能知就是知道，就知道的能力，这个叫能知。那所知所知归纳起来有51心所，难不成心有51个？但绝非如是啊！所以这些能知与所知是一还是二？如果两者非一亦非异，那何者才是？
等等这些呢，都是寻找心的方法。也许各位听起来有一点模糊啦，翻来覆去，这怎么听啊？总是不太理解，不太顺心。举出这么多的经文，只是所说到心，主要是告诉大家，心没有那么简单，心也不复杂，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所知太复杂了，所以我们把单纯的心给复杂化了。随着年龄、学的经验，随着所学习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越丰富的时候，心似乎就变得更复杂了。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学习，肩上的背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好的说呢，是对啊，自己的学问、知识不断的成长丰富，同时对社会责任也不断的加重，然后创造人间的幸福美满。可人的一生总要面临老病死，面对生离死别，面对富有贫穷，面对快乐痛苦，而这些就像是烂泥巴一样啊，会让我们一不小心就越陷越深。若能够在这滩烂泥之中，能令新的菩提种子发芽，就能够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莲花意味着超越三世，莲花也象征一种和平清净，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愿意的话，人人都可以成佛。而在成佛的过程，最为辛苦的苦修是在于面对自己的心。尤其从我们不了解心，到经由上师的开示、加持，以及自我不断的祈求，慢慢的对心有了些许的认知、了解，而这个过程却又是十分的辛苦。之所以辛苦，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明知不可为，却是受到业力的影响而为之。明知道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做了；明知道不可以，我们还是拥抱它。人啊，总是学不会饶恕自己。有时候要饶恕别人就很难啊，但饶恕自己更难。所谓的饶恕自己啊，经常被误会。人很容易啊，对自己很好，很自私，这错误都是别人的，自己是完美的。这个叫做啊，你从未曾放过自己。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从来不会反省，他只会找各种的理由为自己辩解，而自己会
越长越深，越陷越入，终将灭顶于污泥之中。修心要先修客观，凡事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很客观的以大众利益为优先，这就是慈悲的本法。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六度波罗蜜第一度就要修布施波罗蜜？布施最容易，但也最难，因为难在于无法将自私转为大爱。即便是能够做了一些有关于大爱的事，但也会被名啊、赞美啊所淹没，而不自觉。做任何对他人有利的修行，也务必最后要能够放下有利的这件事情，然后自己专注的在禅修之中关照自我，心为何物。当听完这一堂课，就可以去思维一下，心究竟存在于何方？是在过去吗？为什么我老是想到以前的事？心是在未来吗？因为我现在正在创业所以我一直想着未来有多么美好，未来充满着希望。还是心就在当下？当下是什么？如何把握住当下？只要诸位愿意坐下来想想方才所说的30，何时有心？这就是最好的加持。愿诸君能够关照己心，看见心的体性，如是安住在知而无念之上，这便是修大手印。祝大家平安，我们下回再见。今天的节目中讲到，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皆应当保持寂静。寂静才是心的本来。要找到寂静之前，必须先观察心。但在轮回之中，究竟找不到心的足迹。轮回来自于无明，当心充满无明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见到心的实相。今天的节目到此，我们下周见。
以浆结合手污研制而成，将能深层洁净头皮，促进新陈代谢。而手污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其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来应等正觉，善事世间觉，无上士调御丈夫人天师，我礼敬宣说37菩提无上菩提妙法的世尊佛陀。今天我们继续佛陀在世时的一些重要的教导。今天讲的是第10种佛陀的教导，发菩提心、规划修行的精进条件。在佛陀的教导里面呢，佛陀告诉我们，学佛修道，如果呢不真正的发菩提心的话，就不能证起等正觉的菩提智慧。也就是说，真发菩提心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从你的内心里面呢去感受到佛陀在世所讲的阿含原始佛法，也就是这个37道品的无上菩提妙法，它真正的殊胜，它真正的这个会升起内苦解脱，以及对于生命真理的那一种等觉的觉悟的那一种可贵。所以